你还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没有了你，神剑宗算个什么东西？你觉得咱们两个谁先死？你若对我动手，你死之后，神剑宗必死无疑。我劝你最好想清楚，我们加入神剑宗是家族长辈看在你的面子上才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你别真以为我们愿意。我的面子有趣，当真是有趣。想要巴结我，也不知道派些聪明的人过来。既然你这么不情愿的话，那我就送你一程。话音未落，陈长安轻轻地捏动手指，一个响指，南宫俊便灰飞烟灭了。看到这一幕，在场众人无不大惊失色呀！强，太强了！这就是真正的强者吗？长安祖师，我们还有机会吗？有，人人都有机会，那就要看你们能不能够把握得住了。我们一定会努力的，我愿意重新接受神剑宗的考核。我也愿意。我也是。如今的神剑宗，今非昔比，所以考核的难度，你也要适当的提升。至于具体的内容，你自己看着办。记住，神剑宗重质不重量，品行有些时候远远要比天赋更重要。记住了吗？是，弟子记住了。师尊，您的修为一神境一重了。慢是慢了一点，不过应该够用的。你的修为也应该好好提升一下了。处理完这一次的事情之后，闭关修炼吧。宗门的事情暂时交给那些长老们处理就好。师尊，您这就要走了吗？走之前我还要去一趟万神城，齐家的人我估计也应该快到了。师尊，解决了齐家的人之后，您又有何打算啊？我会离开剑元界域一阵子，记住我说的话，我再回来的时候，若是你们的修为没有提升到真神境9重，我就把你们逐出师门。啊，逐出师门，这太严重了吧？范建还想要说些什么，然而陈长安却已经离开了。都看什么看？滚回去等着！这一次你们要是完不成考核，就都给我滚蛋！范建很郁闷，所以呢，将这股郁闷都发泄在了这群弟子身上。陈前辈，您这是打算出发凤龙监狱了吗？没错，不过在此之前，我还要先等一等。等？您是在等齐家的强者？不错，有些事情总归还是要解决了才走。这样也好。算算时间，如果齐家人来得快一点，那么1个月之内，应该就会到这里了。1个月？正好，我先去一趟南宫家。南宫家？陈长安杀了南宫俊，在离开之前，他需要去看看南宫家那边的反应。若是南宫家有半点异常，为了以绝后患，陈长安会出手灭掉整个南宫家。你们就先留在这里等我吧，我去就会。好。不知陈前辈大驾光临，当真是有失远迎。不知陈前辈过来所为何事啊？可是有什么事情要吩咐我们南宫家？南宫俊是你们南宫家的人没错吧？他在我神剑宗为所欲为，已经被我斩杀。不知道你们南宫家如何看待此事？南宫俊死了，还主动跑到南宫家询问他们如何看待此事，这是威胁还是试探呢？前辈，不知南宫俊究竟做了什么事情，还要劳烦您亲自动手将其斩杀。如今来到我南宫家，是要兴师问罪不成？怎么，觉得我杀了你南宫家的人不开心是吧？南宫俊残杀同门，该杀不该杀？南宫俊侮辱剑神宗，侮辱宗主，该杀不该杀？南宫俊威胁挑衅我，该不该杀？此话一出，南宫家众人都是心头一震。妈的，这小子在神剑宗都干了什么？就这几件事儿，放在任何地方都有取死之道。这小子是疯了吗？当初千叮咛万嘱咐，让他一定要好好的表现，他就是这么表现的。他这是怕南宫家存在的太久，活得太久了吗？若当真如前辈所言，南宫俊确实该杀。不知今日前辈来到我南宫家，可是还有其他的事情？没什么，只是过来通知你们一声而已。也希望你们南宫家的人记住，若是想要搭上神剑宗的大船，最好找些聪明人。神剑宗不是你们去了当大爷的地方。说罢，陈长安直接离开，留下南宫家众人面面相觑。而南宫家老祖看着陈长安离去的方向，却是若有所思。大哥，你这么快就回来了？南宫家灭了？没灭。没灭？有我的威慑力在，南宫家暂时不敢怎么样。但随着我的离开，时间久了，必然会有别的心思生出来。我之所以没有灭掉南宫家，是把他们留给了神剑宗，一路顺风顺水，
对神剑宗并没有太大的好处。留一个敌人，反而会让他们有紧迫感。以南宫家在剑元界域的实力，很适合。大哥，不过有件事情我没想明白，以你在剑元界域的威慑力，那些人巴结不到你，但是可以巴结神剑宗，这就等于是整个剑元界域都站在神剑宗这一边了。南宫家真的敢对神剑宗动手不成？敢。记住，不要被眼前的风光所蒙蔽。你要知道，人走茶凉。我离开10年20年，没有人会觉得什么。若是100年1000年呢？随着时间的改变，人心也会变。神剑宗自身不努力，如果全凭借着其他人的吹捧度日，早晚要走向灭亡。留给神剑宗的事情，其实并不多。大哥，咱们真的会走100年1000年吗？我走这几天，你们都做了什么？嘿嘿，大哥，我跟你说，这些日子我……行了行了，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了。大哥，真的很过瘾，要不要去一趟？放心，我绝不告诉大嫂。没兴趣，还是先办正事吧。这齐家人比我想象的来得快了一点。齐家人这么快就到了？齐元浩不是说最快也要1个月左右的时间吗？就在下一刻，3道恐怖的气息直接席卷了整个万神城。陈长安，我来了。你果然有点本事，能够抵挡得住我们3位的威压，但就这点本事还不够看。废话那么多做什么？够不够看，你很快就知道了。怎么会这么快？而且没有任何的能量波动，这小子是怎么过来的？空间移动，空间法则。还没等对方反应过来，陈长安更是直接一拳轰在对方的身上。下一刻，旁边2人也反应了过来，刚要出手，却发现自己的身体竟然无法动弹。不可能！剑元界域这种地方，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强者？你到底是什么人？陈长安并没有理会齐家强者的震惊和疑惑，而是继续出手。停手！不打了，不打了！你说不打就不打，想得美！与此同时，他也对自己的实力有了一个清晰的认知。玩够了，尹一，交给你了。只见黑影快速闪怒，下一刻，3名神将巅峰强者灰飞烟灭，随风消散。前辈，有句话，不知道该问不该问。那就别问了，大家都应该准备好了吧？咱们可以出发，前往风龙界域了。你知道风龙界域的位置，你负责飞船的操控。就这么放心交给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你敢乱来吗？大黄鄙夷地看了齐元浩一眼。数日之后，当陈长安满面红光地从休息室之中走出来的时候，非洲已经是离开了剑元界域。那些亮光，就是其他界域所在的位置。虽然我们身处黑暗空间之中，能够看到一些界域的位置，但距离十分的遥远。就拿那边的那个亮光来说，看着距离我们很近，但若是从这里飞到那个界域，最少需要10几年的时间。这还多亏了你的飞舟速度够快，这应该就是你之前在炼气师联盟打造的神器了。这是绝品飞舟，还是神品？应该是神品吧。界域相连的黑暗空间这么大，没有什么危险吗？有，界域之间往返，之所以要乘坐飞舟，一方面是因为速度快，另一方面便是为了更好地抵御黑暗空间的危险。试想一下，如果选择独自飞行，这么远的距离会消耗多少神力啊？一旦遇见危险，恐怕会出现神力枯竭的情况，那就十分的危险了。我问的是有什么危险？危险就是黑暗空间之中偶尔会出现空间错乱的乱流，若是选进乱流之中，偏离方向不知道被送到什么地方是小事，最危险的是容易被空间乱流撕碎。除此之外，黑暗空间之中还存在着一种怪兽，这种怪兽乃是黑暗空间孕育而生的，名为幽暗巨兽。这幽暗巨兽实力有强有弱，最可怕的是每一只幽暗巨兽都掌握着空间系的本领。不过这幽暗巨兽都是单独行动，只要运气好，一般是遇不到的。幽暗巨兽，你说的就是这个吗？不是这么倒霉吧？说啥来啥呀？还他妈真是，这是他妈什么鬼运气啊？是幽暗巨兽，怎么会这么大？这看到幽暗巨兽，齐元浩直接变得紧张了起来。这幽暗巨兽的实力看得出来吗？这只幽暗巨兽的体型这么大，最少是神将巅峰境界，甚至可能达到了神君境界的实力。飞舟的防御阵法呢？赶紧开启！没有。啊，没有？那攻击阵法呢？也没有。都没有？你这飞舟究竟是怎么打造的？最重要的防御阵法和攻击阵法都没有布置，这可是穿越黑暗空间必备的东西啊！如今什么都没有，等着幽暗巨兽直接摧毁非洲不成啊！妙，出来看怪兽了！啊？什么意思？你还有心思看热闹？你把这黑暗空间当成什么地方了？后花园吗？什么怪兽？
大哥，有怪兽吗？在哪儿呢？在哪儿呢？你们看，那个就是幽暗巨兽。怎么样？第一次见吧？好大一只啊！这东西很强吗？实力应该不弱。大哥，这东西这么大，好吃吗？你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也不知道这东西能不能吃，不过倒是可以试试。你们都是变态吗？这是研究能不能吃的时候吗？我说各位祖宗，咱们能不能有点危机感啊？这是幽暗巨兽，实力很强的，能不能重视一点？能不能给幽暗巨兽一点该有的尊重啊？我们表现得这么兴奋，还不算是尊重他吗？而且我们很重视，非常重视。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来个红烧啊？不，这么大红烧没意思，咱不如烤着吃吧。你都说了这么大了，一半红烧一半烤不行吗？那倒也可以。疯子，这就是一群疯子！别聊了，他已经看过来了。呀，他还挺懂事的，这是迫不及待想要跳到我的锅里了吗？你还有心思开玩笑？你打得过他吗？慌鸡毛啊！这不是还有我大哥吗？是吧，大哥？有我没错，但我不确定打不打得过。要不，你先来。大哥，还是你来吧，我不是你的吉祥物嘛，我不擅长这个。看到陈长安出现，幽暗巨兽的眼睛也是变得越发的明亮了起来。空间转移，好强的空间能量！轰的一声巨响，在黑暗空间不断的扩散。幽暗巨兽的这一击竟然被陈长安利用空间法则给抵挡住了。不能打了，再这么打下去，空间撕裂，怎么会被空间逆流卷走的？被空间逆流卷走有什么后果？不清楚，但据我所知，被空间逆流卷走的人从来没有再出现过。最极大的可能是死在了空间逆流之中。此时陈长安和幽暗巨兽的战斗还在持续，一时之间竟然是难分难解。想拼命，时间静止。陈长安直接施展时间静止，四周直接陷入到了静止的状态中。时空牢笼。只见一股无形的能量围绕着幽暗巨兽不断的收缩，最终原本100米高的幽暗巨兽变得只有巴掌大小。这要怎么处理呢？大哥，这个小玩意儿就是幽暗巨兽，长得不咋地，眼神还挺凶的。张嘴！啊！说时迟，那时快，陈长安直接将幽暗巨兽扔进了大黄的口中。这什么情况？我说祖宗，你疯了吧？那是幽暗巨兽，你直接扔进他肚子里面，他还能活吗？我操！怎么吐不出来？大哥，你这什么意思啊？时空牢笼不能一直困住他，所以你要赶在时空牢笼失去作用之前，想办法炼化这幽暗巨兽，否则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去吧，努力吧。大哥，我要是炼化不了怎么办？我相信你。大哥，你人真好，居然对我这么的信任，太让我感动了。我能咬你一口吗？滚蛋，快去！你是看中了幽暗巨兽的空间力量？所以想让大黄炼化一下试试看。若是能够从中获取空间能量，甚至是领悟空间法则，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收获。疯子，你们就是一群疯子，哪有人这么尝试的？这不疯魔不成活，想获取强大的实力，有些时候就是要疯狂一些。你老老实实开你的非洲。好吧，希望你们的疯狂能够给你们带来想要的收获。试问这天地之间，谁能如我这般？还有谁？我成功了！我真的成功了！3个月之后，大黄的狂笑声传遍了整个非洲。大哥，你就说我厉不厉害？什么狗屁幽暗巨兽啊，还不是被我给炼化了？什么狗屁空间法则，还不是被我给领悟了？牛不牛？你就说牛不牛？小蚯蚓，一坨，羡慕不羡慕？嘿嘿，我有你们没有。大黄贱兮兮地看着小蚯蚓和一坨，一脸炫耀的表情。一坨，你什么情况？你退后这一步是认真的吗？你那什么表情啊？你别走啊！你躲着我干嘛呀？啥情况啊？大哥，你看我还能活到明天吗？我操，什么情况？一坨，你要死了？还他妈不是让你吓的？没事，大黄不吃王八。一坨，你居然这么想我，你我之间亲如手足，我吃了你，是不是有机会领悟毁灭法则呀？大哥，你看他还是要吃我。别闹了，大黄，先说说你炼化的过程难不难？这是正事。听到陈长安的话，大黄将自己炼化的过程简单的讲述了一遍。我发现了，这幽暗巨兽有一个弱点，那就是它的身体并没有看起来那么恐怖，甚至可以说很弱。幽暗巨兽同样也是能量体，但是和伊陀比起来，反而是伊陀的身体十分强大。大哥，
你说为什么幽暗巨兽的身体这么弱呀？都是能量体，你看一坨，真硬的跟个王八壳子一样。不清楚，这幽暗巨兽是黑暗空间孕育而生，身体之中充满了空间之力。或许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的身体看似庞大，但却没有那么强壮。毕竟掌握了空间之力，逃跑的能力最出众，而一坨体内拥有的是毁灭之力，所以身体相对而言更强壮一些。不过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都有领悟空间法则的机会了。祖宗，你不会是想要继续捕捉幽暗巨兽吧？我可跟你说，在这黑暗空间之中，还存在着神王级别的幽暗巨兽，甚至传闻还有神尊境界的。咱们老老实实的赶路不好吗？你不仅仅生擒了一只，现在还要继续捕捉。要是抓到了，你炼化不炼化？那得炼化，这可是空间法则。那你还废什么话？你现在的任务只有一个，给我找，先抓捕幽暗巨兽，然后再去风龙界域。这，好吧，反正这非洲是你的，你说了算。3年，足足花费了3年的时间，陈长安才再次抓住了一头幽暗巨兽。不过抓住了这一头之后，似乎运气也变得好了起来。1年之内，陈长安又抓住了2头。发现了，哈哈哈，发现了，就在前面，终于轮到我了。毫不意外，陈长安再次出手，十分顺利地捕捉到了这一头幽暗巨兽。你也去闭关吧，告诉我具体方向，我来操控。多谢前辈。不知过了多久，正处于百无聊赖之中的陈长安突然眼睛一亮，非洲，好大的非洲！先别修炼了，都出来看看。我操，好大呀！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非洲？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如此规模的非洲，恐怕就是逍遥州了。逍遥州？你这意思，这上面是逍遥快活的地方？你们神域牛批呀！青楼都开到这非洲上面了，规模还这么大。青楼？什么青楼啊？啊，对，你们神域不叫青楼，叫欢乐坊。开什么玩笑？逍遥州怎么可能是欢乐坊啊？不过，逍遥州之上，倒也可能存在欢乐坊。听到这话，大黄眼睛都亮了。还真他妈有啊！大哥，你先闭嘴。好嘞。这逍遥州，难不成是黑暗空间之中存在的一个类似于玩乐的场所？我也只是听闻过关于逍遥州的事情。这逍遥州主人是谁并不清楚，但据传背景十分强大。黑暗空间之中，其实各个界域之间往返的非洲很多，咱们没遇到。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咱们走的这个线路可能少了一点，加上黑暗空间太黑了，而且我们的速度太快，很容易忽视掉一些非洲的存在。而这逍遥州的存在，具体位置并不固定，它是一直在这黑暗空间之中飞行的。逍遥州之上应有尽有，只要你想要的东西，他们都具备，专门做黑暗空间之中那些路过非洲客人的生意。而且我还听说，很多人上去之后就再也不想离开了，会留在上面很久很久，就仿佛是有一种魔力一般，吸引着那些人，让他们沉迷其中。当然，这些都只是我听来的，是真是假就无从得知了。那咱们就过去见识见识。可是，咱们主要的目的不是前往风龙界域吗？要是去晚了，齐家的人把神脉里的宝物都拿走了怎么办啊？你觉得，神脉流传了那么久，风龙界域的人那么多，从来都没有人找到过，你们齐家真的会一到就找到？就算找到了，他们真的能够安安稳稳的将东西拿走吗？别天真了，有些东西就放在那里，但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拿走的。不用着急。逍遥州的飞行速度并不快，所以很快陈长安的非洲就已经来到了逍遥州的附近。有点意思。当陈长安靠近的那一刻，逍遥州之上突然打开了一个入口，陈长安没有任何犹豫，直接飞进了那个入口中。欢迎光临，尊贵的客人。你们这里就是传闻中的逍遥州？没错，这里就是逍遥州。不知道几位客人有什么能够为你们效劳的吗？第一次来，先给我介绍介绍吧。好的，我们逍遥州共有8层，每一层都有巨大的空间。这第1层，随着工作人员的介绍，陈长安对这逍遥州也是有了一定的了解。逍遥州一共有8层，每层的作用都不一样，有专门修炼的地方，有提供拍卖以物换物，或者是以神石购物的地方，同样也有大黄心心念念逍遥快活的地方。只不过工作人员只是给陈长安他们介绍了最上面的4层，最下面的4层却是并没有介绍。下面那4层是做什么的地方？下面这4层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去的，需要具备一定的资格才可以。需要资格？需要什么资格？如何能够获取资格？等级制，在我们这逍遥州，客人是有等级制的，不同等级的客人享受的待遇自然也是不同。客人一共分为5个等级，分别是低等、中等、上等、特等以及超等尊贵客户。
那我们属于是……抱歉，由于各位客官是第一次来，你们属于低等客户。大哥，我是不是问了个白痴问题啊？你还知道自己很白痴啊？怎么提升资格？想要提升的办法也很简单，第一点就是财力，第二点就是实力。只要满足这2点，就可以提升自己的客户等级。那你看我们的实力能达到什么等级啊？实力？工作人员看了一眼陈长安几人，随后笑着说：“若单纯论实力，您可以成为上等客户，不过这几位可以中等，这位低等。”齐元浩身为神将境界，只能够成为上等客户。那特等和超等呢？神君和神王，这逍遥州啊，果然有点东西。哎，嘿嘿，大哥，你低等，所以只有达到上等，才有资格进入剩下的4层，对吗？不错，上等有资格。若是你们之中有人能够达到特等甚至是超等，那么便没有了任何限制，可以带着身边的人一起进入。只不过2个条件缺一不可，除了实力之外，财力同样是一个门槛。你们似乎只有1个人勉强满足上等的资格。大哥，管他下面那4层是干什么的，咱们就在这上面潇洒潇洒就行了呗。玩几天，咱们也就走了，不是吗？在大黄看来，下面那4层有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上面这4层有青楼，这就足够了。我想知道，想要成为特等客户，需要的财力是多少？想要成为特等客户，手中的神石或者是其他宝物，总价值需要达到1000万上品神石。1000万上品神石，好像不是很多的样子。有这么夸张吗？不夸张吗？你仔细想想，剑元剑域有上品神石吗？全是下品和中品，1枚上品神石相当于100枚中品神石。你自己算算，这得需要多少中品神石啊？10亿中品神石，才有资格满足财力这个条件。听到齐元浩的话，陈长安也是眉头一皱。我还是对下面那4层究竟有什么比较感兴趣。前段时间虽然修炼消耗了不少，不过应该还有不少存货。怎么证明我手上资源的价值能够达到10亿中品神石？若是您不介意的话，我查看一下就清楚了。好。陈长安直接解除了纳戒的禁制，让工作人员的神识能够进入到纳戒之中。工作人员原本并没有当回事，可看到陈长安纳戒里面的东西之后，不由得也是心头一震呢。客官，您的财力资格足够，但就算如此，您依然没有办法成为特等客户，因为您的实力确实不符合。你们这里应该有实力评估的地方吧？否则的话，那比斗场，难不成就是为了让其他人打斗玩闹不成？您确定要验证实力资格吗？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情。您的修为只有地神境，而想要成为特等级别，实力需要神君才可以。我确定。一个比斗场，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啊？我看也未必都是为了比斗而来吧？有盘口。不错，不少人来到这里也是为了赌博而来。毕竟一边能够看到其他人比斗，一边还可以压注，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这不是要发吗？大哥，那你就别客气了，赶紧准备准备吧。盘口在哪儿？我要压注。急什么？我的目的是验证资格，所以这比斗应该也是你们安排的吧？会给我安排什么样的对手，什么时间比斗？如果我想要投注的话，要在什么地方投注？马上就可以。逍遥州别的不多，就是人多。你这样的情况，我们会安排我们自己的人和你比斗。至于投注，公布比斗之后就会开盘。安排逍遥州自己人，那就赶紧安排吧。见陈长安这么着急，工作人员也是有些琢磨不透啊。不多时，比斗场突然变得热闹了起来。这赔率也太低了吧？废话，明知道是必输的场面，赔率当然会低啊。哎，压着小子输100赔1，那我要是压住1万中品神石，那就能赚100个。哼，无妨，量大管饱。我打算压住100万中品神石。好像他们没什么意思呢。我看你是觉得赢了没有多大彩头，输了倾家荡产吧？放屁！你觉得老子有输的可能吗？地神境，就是说破大天去，也不可能是神君的对手。大哥，这些人居然这么瞧不起你，活该让他们赔个精光。他们只是做出了一个正常人该有的反应和选择，但很可惜，老子不是正常人。我压陈长安胜5亿中品神石。5亿！此话一出，四周顿时安静了下来。怎么，不收啊？收。也确定要压5亿中品神石压陈长安胜？当然确定，富贵险中求。好，神石交一下，我负责帮你登记。可以。需要告诉我一下你的名字？我叫陈长安。啊？
他就是陈长安，果然是地神境的修为。小子，我问问你，你地神境的修为怎么上来的这逍遥州啊？还有，你怎么会想到挑战神君境强者呀？嘿，对，是谁给了你这样的勇气？是无知吗？你丫自己上，你是觉得自己有能力战胜神君境强者，就凭借你这无敌的地神境修为吗？好一个无敌的地神境修为，妙，当真是妙啊！大哥，这些人这么瞧不起你，怎么不给他们点教训呢？没必要和这些人一般见识，逞口舌之快罢了。上了比斗场，结果才是最有说服力的。我已经和我们的人说过了，点到为止。放心，不会伤害到您的性命的。你们这比斗场应该布置了禁制吧？放心，我们比斗场的禁制，神王也无法破坏。只不过，您问这个做什么？没什么，问问而已。嘲笑声此起彼伏，这些人仿佛找到了什么乐趣一般，莫名其妙地对着陈长安开启了嘲讽模式。大嫂，你可不能冲动啊！这是逍遥州，绝不允许私斗的。这逍遥州背后之人实力可不弱，大哥说过，起码得是神尊。听到大黄的话，慕云瑶并没有说什么，因为他自己也很清楚，如今的他们并没有打破规矩的那个实力。我堂堂神君境界强者，居然被派过来和一个地神境对战，这要是传出去，让其他神君强者怎么看待我？丢人，太丢人了！你认输吧，你我之间的差距太大了，根本就没有比斗的必要，你更没有任何赢过我的机会。虽然不会杀了你，但若是你执意比斗的话，我可不会手下留情，到时候伤了你，你要自己承受。就怕你没有这个本事伤到我。好，这是你自找苦吃，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轰的一声巨响过后，瞬间鸦雀无声，所有人都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一幕。什么情况？放水了？这也太假了吧！逍遥州的强者在做什么？合谋坑咱们的神石吗？不可能啊！逍遥州还缺咱们这点神石吗？绝对不可能是合谋。那不然是怎么样？难不成这小子还真是无敌般的地神境？别说这些看热闹的人了，此时就连逍遥州这位神君境强者都是一脸懵逼啊！小子，有两下子，身上带着防御类的神器，哪那么多废话？让我见识一下你真正的实力。好，这可是你说的，小子，你千万别后悔。下一刻，比斗场之中不断传来一声声的巨响。完了，这一次不会阴沟里翻船了吧？这小子居然这么猛！你是说咱们这里来了一个客户，地神境修为，便能够和神君境打得难分上下？哼，那我还真的要亲自去看看。尊上，您要亲自前往？这样的人值得我亲自出面。妈的，陈长安，你给我冲！陈长安必胜！陈长安必胜！你小子今天必须给我逆天而降，老子倾家荡产也认了。什么情况？这些人在此之前明明都在嘲讽陈长安，我不过离开片刻而已，怎么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很好奇为什么会这样。底层小人物的呐喊罢了。这些人修为最强的也不过是神将境界，大多数都是真神境居多。神君境界对于他们而言是高不可攀的存在，可如今一个只有地神境界的人居然能够和神君境打得不分上下，这对于他们而言除了震惊之外，还包含了他们对于强者的怨恨。凭什么实力强的人就可以拥有特权？凭什么实力强的人就可以高高在上？修为弱的人同样可以闯出一片天，同样可以挑战强者的权威。陈长安的输赢已经不仅仅只是他一个人的事情了。若陈长安胜了，那么这些人会无比的兴奋，因为他们知道神君境并非高不可攀，他们也是会被击败的，而且还是被人瞧不起的地神境击败。地神境尚且如此，那他们加以努力又何尝不可呢？但陈长安这个地神境影响不太对劲，陈长安是陈长安，他们是他们，不能相提并论吧？你说的没错，但人都是有侥幸心理的，陈长安的胜利带给他们的将会是自信，是动力。听到这话，工作人员不由得也是一愣，他听到了什么？陈长安的胜利？陈长安真的能够获胜？您的意思是，陈长安真的会胜？说到底，陈长安也只是地神境，能够和神君境比拼到这般地步，已经是神一般的存在了。赢？这怎么可能会赢啊？你不信？其实，与其说陈长安会赢，不如说陈长安不会输。张茂奈何不了陈长安，而陈长安同样奈何不了张茂。这么打下去，不知道要打多久才会结束。可随着时间越来越长，陈长安的优势也会越来越明显，因为他
他体内的神力比神君境还要磅礴，此消彼长。当张茂的神力枯竭的那一刻，就是陈长安获胜的时候。你在逍遥州上面应该是中级成员吧？是。从今天开始，你就是特等成员了。以后你可以进入到下4层工作。啊？特等？这就成为特等了？去做你该做的事情。通知下去，陈长安晋升特等客户，这场比斗可以结束了，算平局，盘口通杀。我去，还能这么玩啊！属下这就去通知。我先回去了，一会儿结束之后带陈长安去下4层见我。是。来不及感叹孙尚的实力，那名工作人员带着喜悦的心情，直接宣布了比斗结束。啊？怎么就结束了？喂，你们逍遥州搞什么呀？没看见人家打得正火热呢吗？说停止就停止？不行，不能停，我们要看到最后。此时陈长安和张茂2个人也选择了停手。你真的是地神境？如假包换的地神境。不过，你们这怎么说停就停了？比斗还可以停止的吗？陈长安先生，你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实力，成功晋升为特等客户，所以不需要再比下去了。这场比斗的主要目的，只是为了验证您的实力，仅此而已，并非为了分出胜负。话是没有错，这也是比斗的目的。可他们这么一来，我的武艺中品神识怎么办？就在陈长安这么一不留神的时候，张茂仁已经是悄无声息地离开了。等会儿，人怎么走了？我问你，比斗结束了，那算我输还是赢？算平局。平局？你们逍遥州够黑的呀！明明战斗没有结束，你们给叫停了，然后算一个平局，这不玩赖吗？你们逍遥州平日里面的信誉那么好，不会都是装出来的吧？这场比斗的结局是平局，我不接受。诸位，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这场比斗的目的只是为了验证陈长安先生有没有神君境的实力，能否晋升为特等客户。况且盘口除了胜负之外，同样也有平局，只是你们并没有选择罢了。逍遥州从来不会店大欺客，诸位还是不要闹了，毕竟闹下去对大家都没有什么好处，你们说不是吗？此话一出，众人都是心头一震。虽然他嘴上说着逍遥州不会店大欺客，但是这话中的威胁谁听不出来呀？妈的，老子认了，大不了老子以后不来这逍遥州就是了。哎呀，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算了吧，可惜了，没有能够看到神君境强者被击败的那一幕呀。是啊，错过了这开创历史性的一幕，当真是可惜。玩了一辈子鹰，这次居然被鹰给啄了眼。武艺，这可他妈武艺啊！暴富一下子变成暴富了，你得给我个交代。你们逍遥州就是这么办事的？我这武艺中品神识，死的比你二大爷都惨。听到陈长安的话，那工作人员也是一脸尴尬。这跟我二大爷有什么关系啊？那个，我二大爷还没死，活得好好的呢。叫你们这么办事，不远了。陈先生，您现在已经是我们逍遥州的特等客户了，我们尊上想要见您，不如您先跟我去见见尊上吧。尊上？这尊上恐怕就是逍遥州背后的主人吧？要见我，被自己帅气的面容、无敌的实力吸引到了吗？见了，武艺神识能还我不？这我做不了主，不如您亲自去问问尊上。行，我去问问。武艺中品神识，这可不是小数目。还愣着干嘛？带路啊！啊？哦，好的。我操，大哥，你看那是啥？麒麟！这他妈还有头麒麟！不只是麒麟，你看那边还有凤凰，还有龙族，还有……那是什么呀？君浩，你在神域的时间久，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不知道，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东西啊。它叫踏月，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生物。整个万古神域之中，只有这么一头，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没有人知道它是如何出现的，也没有人知道它为何会出现。甚至于万古神域之中，很多人都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女人？这逍遥州背后的主人，居然是一个女人？你就是逍遥州的尊上，幕后的主人？怎么不像呢？不过我可并非是这逍遥州的主人，真正的主人是您啊，我亲爱的主人。主人？还亲爱的？我去，这下玩大了。哼！突然慕云瑶的冷笑声从陈长安的身后传来。陈长安，你挺会玩啊。那个，你这次怎么反应那么大？当初在太玄界，你不还上赶着给我找媳妇儿吗？那是以前。我这个也是以前。红生见过主人，见过主母，主母不要误会，
红霜只是主人的婢女，仅此而已，并无其他任何关系。红霜，你不觉得奇怪吗？曾经的我和现在的我并不一样。不会，主人离开之时就曾经告诉过婢女，再次相见会有何种变化。我在这里，便是为了等待主人的重新到来。主人，不如我们换个地方说吧。好。那个，我要不要先回避回避啊？金元昊此时已经彻底的懵了呀，他怎么也想不到陈长安居然这么牛逼啊，还真是超级大佬转世啊！就连这逍遥州都是人家陈长安的产业，这还真是超级大佬转世啊！不用回避，你也没那个胆量出去乱说，就在这待着吧。还是算了吧，就算我管住自己的嘴，那也扛不住别有用心之人的算计。知道的越少越安全。你们聊，我出去逛逛。当年我打造逍遥州，并且让逍遥州在黑暗空间做生意，目的是什么？回主人的话，您的目的很简单：第一，打听消息；第二，培养势力；第三，赚取更多的资源。你知道我要打听什么消息吗？当初听主人说过一句，您说之所以在那个时候回到神域，主要原因便是要寻找一件属于你但你曾经错过了的东西。而逍遥州的存在，除了打听消息之外，顺便也是为了给您自己的日后铺路。当年我并没有理解铺路的意思，如今看来，您是为了转世在铺路。具体一点，我要找的东西是什么？道元之气。道元之气，这是什么东西？奴婢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甚至神域之中似乎并没有人知道这个东西的存在。当年没有打听到，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打听消息，也会派出咱们逍遥州的成员前往各个界域打听，但始终没有任何的线索。不过您当年离开之时曾经留下过一句话。什么话？找不到或许只是因为时机不对，所以要靠你自己。要靠自己？妈的，陈天不是说到了神域不用找东西吗？主人，您当初也说过这句话，好像就是因为这个陈天之人所说的这句话，让您大意之下和盗气之人错过了。这陈天到底是安的什么心？他究竟是帮我的，还是来害我的？虽然说陈天为人也不怎么靠谱，有些贱，但大事上面不至于拎不清才对。陈天究竟是什么意图？关于道元之气的事情，你们继续寻找。如今我来了万古神域，或者证明时机已经成熟，说不定会有所发现。是，主人。你这里的这些神兽是什么情况？还有那个踏月？这些神兽是我无聊，所以搞过来养着玩的。至于踏月，是当年主人您偶然之间发现的。踏月很老实，也很神秘，他从来不和其他神兽沟通交流，只是自己默默地待着，就连我他也从来不曾理会过。对了，踏月的实力很强，这也是您当年说过的。至于有多强，那我就不知道了。这踏月不会就是道元之气吧？主人，您当年也曾经怀疑过这件事情，所以才会将踏月带回来。只不过您也说过，这只是一种可能，但没有办法证实。所以我这一次其实就是在等着您的出现。您当年给了我一个大概的时间，让我在这条路上等着您。您走的时候将踏月也一并带走，带在身边，或许会有其他的发现。带在身边，这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算得上是买了一个双重保险。啊，对了，逍遥说的下4层究竟是什么？怎么搞得这么神秘？其实下面这4层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搞这个等级制度主要目的是吸引其他人提升等级。下4层和上4层其实是一样的，同样是修炼室、拍卖场、以物换物、比斗场以及消遣娱乐，只不过档次要比上4层高出来不少。上4层是为了赚取这些人的神识和资源，而下4层是为了吸引真正有实力、有潜力的人。从逍遥州存在以来，进入下4层的人几乎没有再离开过，而这些人久而久之也都会加入逍遥州，成为逍遥州的成员。因为只有成员，他们才可以无限制地享受下4层的所有福利。这么大的诱惑吗？主人，您当年所打造的修炼室，在里面修炼速度是外界的100倍，您觉得单单是这一个修炼室就让多少人无法拒绝？如果是特等客户，他们需要支付大量的神识才可以进入其中修炼，但若是我们自己人，免费，这还不够吗？如此也好，那接下来就辛苦你继续守着逍遥州了。主人，这是奴婢应该做的事情，若不是您，也没有奴婢的今天。主人，你们要去什么地方？丰隆界域。丰隆界域？我们逍遥州这一次要经过的地方好像并没有丰隆界域，不过目前的路线可以送你们一段，不如这段时间先留在逍遥州之内。也好，正好用这里的修炼室，大家提升一下修为。我现在就让人去安排。
你们经历过吗？你们见过吗？你们能理解吗？哦，你们什么都不知道，你们什么都不懂。我跟你们说，别看你们留在这里天天舒舒服服的无所事事，但是你们没有我活得精彩。你们的实力比我强又怎么了？你们还不是留在这里当一个宠物啊？我就不一样了，我是我大哥的吉祥物，比宠物可厉害多了。不服气？哎，你们有什么不服气的？你们有大哥吗？这么一会儿功夫没见，这王八蛋就开始干上老本行了。与其说是说书人，不如说是装逼狗。想当初，别讲了，能不能干点正事？大哥，我这不是和大家聊聊天吗？顺便给他们讲讲咱们之前的光辉岁月，让他们羡慕羡慕。哦，是吗？我还以为你看上那头麒麟了呢。刚才不还给人家抛媚眼吗？你不是不要爱情了，现在想通了？哎，大哥，此言差矣，我这是在展示自己的魅力。魅力你懂不懂？爱情是什么呀？不过是为了片刻欢愉罢了。我要的是给所有受伤的姑娘一个温暖的依靠，一个结实的肩膀，抚慰她们受伤的心灵，这是我的使命。我是一个浪子，浪子怎么可能会为了片刻欢愉而停止自己前进的脚步，放弃自己的使命呢？大哥，我寂寞呀。要不阉了吧？哎，大嫂，别，我就是看一看摸一摸，我可没干别的啊，我很纯洁的。纯洁？哼，从上到下，从内到外，大哥哪里够和纯洁这两个字沾上边啊？陈长安也懒得搭理大黄，而是向着踏月走了过去。你还认识我吗？听到陈长安的话，踏月轻轻地点了点头。你为什么不说话？踏月摇了摇头。难道不会说话？不应该啊，红霜是神尊境界，连他都说踏月实力很强，怎么会无法开口说话？不想说还是不能说？点头的意思是，难道是不想说而摇头？是回答的那句不能说？你不想说话，对吗？点头。既然能说，为什么不说呢？性格这么孤僻吗？不会是有什么心理方面的疾病吧？我呢，精通医术，虽说不太擅长心理方面，但是我觉得我有必要给你治治。来，说出你的烦恼，让我来帮你解决。此话一出，踏月有些无奈地看了陈长安一眼，那眼神仿佛是在说：“你丫有病吧？”传音也行，别人听不到，我给你保密。传音？听到这话，踏月的眼神出现了犹豫之色，似乎在考虑究竟要不要传音呢。我说哈木好顶。啊？他刚刚说了什么？木好顶也木有事，多说一哈就好了。你为什么说话是这样的语调？你学习能力这么差吗？不会模仿我们说话的语调？也香，但是就是笑不出奶。这么多年，他得憋啥样啊？一句话也不敢说。这要是换了大黄，估计早就找一棵歪脖子树吊死了。过段时间我会离开逍遥州，你跟我走。以后你要是想说话，就直接给我传音就行。多说说，没准你这说话的口音就转变了呢。你言真好。好，特别好。一转眼10年的时间过去了，当陈长安一行人从修炼室走出来的那一刻，每个人都得到了不小的提升。主人，穷家富路，这里有些资源，你就收着吧，以备不时之需。啊，穷家富路，这话耳熟啊！之前都是陈长安散财，这回终于是轮到自己收获了。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主人不必客气。主人，这块令牌您拿着，这是您身份的象征。若是在外面碰到逍遥州的成员，可以吩咐他们做任何事情。还有，这令牌之中有我的灵魂神识，您若是想要传递什么消息，可以和里面的灵魂神识沟通，我这边会知道的。陈长安接过玉牌之后，在红霜依依不舍的目光之中离开了逍遥州。如今到了风龙界域，想要找到具体位置，那就只能是依靠齐元浩了。然而齐元浩听到陈长安的话，却是面露尴尬之色的。你别告诉我，你不知道具体位置在哪里。我不是说过，齐家也只是知道一个大概的位置，而且这么多年来，齐家派了很多人寻找，但没有找到。不过大概的范围还是知道的。可是，我不确定齐家掌握的消息是真是假呀。我的意思是，让你先带路去你们所指的那个区域，到时候究竟有没有，我们再查看就好了。风龙界域这么多人，找了那么久的神脉都没有线索，不可能你们齐家简简单单的就找到了。好，我现在就……齐家人，看来你们齐家人还真的是有些心眼，这是专门在这里等着你呢。看来齐家精锐
应该已经都到了丰隆监狱了。他们比我们先了一步。有时候，先一步晚一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能够成为最后的胜者。齐元浩，你这个齐家叛徒，老祖便知道，你一定会勾结外人，来夺取我们齐家的宝物。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你很久了，今天便是你的死期。不错，我就是齐家的叛徒，可那又怎么样？还不是被你们逼的。我不是你们的对手，可你们似乎忘了，我不是一个人来的。这位剑元界域第一强者，拥有无敌之资，别说齐家，就是神帝来了也得跪着走。剑元界域第一强者，你便是那个陈长安，你没死。算了，对付你们还不值得我出手。修炼了这么久，你们也该练练手了。你们谁？当看到慕云瑶和大黄他们三个的时候，齐家众人都愣住了。可笑，简直可笑啊！陈长安，你是让他们过来送死的吗？不过也好，解决了他们之后再解决你，你可别太着急了。话音未落，说话之人只感觉到一道人影闪过，不过下一刻，人已经是没有任何的知觉了。好强！这就是神将境巅峰，哼！慕云瑶的一声冷笑，仿佛冰封了在场所有齐家人的内心。真神境巅峰秒杀神将境巅峰，这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这么强？随着不断的巨响传来，齐家数十位强者不过片刻之间便已经被斩杀一空。跟在陈长安身边的，不管是人是狗还是王八，都是变态。怎么样，感受如何？还不错，神将境巅峰比我想象的要弱一点，不过呢，主要还是这2件神器的功劳。我觉得我的真实战力应该可以和神君3重到5重境界的人对战而不败，再高应该就没有办法获胜了。你们3个呢？大哥，啥也别说了，就是一个字，痛快。这不是2个字吗？都一样，没差。前辈，如今齐家已经比我们早到了这么久，咱们也早点赶路吧。说不定齐家那边已经找到什么线索了。如果真的找到了神脉，他们就不会留在这里了。齐家应该还没有找到神脉的真正位置。根据齐家所掌握的消息，神脉应该在丰隆界域的西南方向，不过那个地方叫地明域，但是这个地明域范围很大，咱们到了之后，恐怕也需要先打听一些消息才行。地明域，那行，那就先到地明域再说。盛唐神朝黑虎城，太喜欢了，我太喜欢了！大哥，这地方人多，消息也多，我去给你打听打听消息吧。你是要去给我打听消息吗？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进来就盯上西北边的那家欢乐坊了。给我老老实实待着，我没允许之前哪都不许去。大哥，你当真以为我只许享受的吗？欢乐坊这种地方鱼龙混杂，什么样的人都有，什么样的人都去。在里面的人最喜欢干的是什么事情啊？吹嘘啊，跟那些姑娘吹嘘。所以他们是不是会听到很多人听不到的消息啊？你得明白我的良苦用心。大哥，我觉得咱们兵分2路怎么样？我带着小蚯蚓和一坨去欢乐坊，你带着大嫂去其他地方打听消息。是个兄弟啊，值得交啊。那个，要不我也跟着大黄去吧。不过我事先声明啊，我可不是为了欢乐坊逍遥快活，我是怕跟着你们2个人尴尬。况且总得有个人带着才行，你说是不是？让他们去吧，别憋出病来。大嫂，你人真好。嘿嘿，兄弟们，出发了！等等我，你们3个等等我呀！哎，我跟你们说，这欢乐坊啊是有门道的，你们啥都不懂，进去了玩不到好的。哟，你还懂这个呀？笑话，谁不知道我齐元浩，人送外号欢乐公子。行，你这兄弟我交定了，走，你带头。放心吧，保证不让你们说。陈长安，你身边的怎么全是些老嫖客？你能不能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巧合，绝对是巧合。我可是正人君子，人送外号诚实可靠小郎君，我可从来不去这种地方，这一点你是知道的。大哥，那地方干嘛的？那地方你去不了。为嘛呢？那不是什么好地方，而且不适合任何雌性生物。你就老老实实待着吧，别瞎好奇。哦，我知道了。哎，好累啊。长安，你看那边。兔崽子，敢在你爷爷这偷东西？你也不撒泼就照着自己什么德行，你算什么东西啊？老子今天就当着大家伙的面狠狠地教训教训你。说罢，那人便要直接动手。嘿，妈的，你滚！面对陈长安的威压，那伙人也只能是狼狈逃窜。多谢恩公救命之恩。你
有故事吧？我这个人呢，最喜欢听故事，先跟我走吧。陈长安看得出来，这少年应该是天生圣骨，但体内的圣骨如今却是被人给抽了出来。但是这少年身上毫无修为，却活了下来。陈长安和慕云瑶找了一家客栈，洗漱了一番之后，那少年也是剑雨星眉，英俊不凡。不用紧张，先吃点东西。是，恩公。但是看着满桌子的美食，他并没有着急去吃。为何要救我？好奇，你本应该是一个死人才对，可你活了下来。你身上的凡骨是被何人剥夺的？我原本确实已经死了，但不知为何我又活了下来。我本名夏桀，是盛唐神朝的15皇子。啊，皇子？所以剥夺你圣骨的乃是盛唐神朝皇族中人。不错，是我的好父亲，盛唐神朝的帝王夏纣亲自下令剥夺圣骨，是为了能够让太子夏天拥有更好的前程。同为皇子，都是亲生的，太子有前途，还是你有前途，都是皇室之福。可你如今却落得这般下场，出身问题吧？不错，我的母亲只是一介平民，恰巧被父皇宠幸，怀有身孕，这才得以入宫。但是太子不同，太子的母亲乃是九圣山的大小姐，属于下嫁到了皇室。太子是皇室的宠儿，是天之骄子，而我又是什么？就算天生圣骨又如何？对于皇室而言，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将圣骨转移到太子的身上。所以当圣骨正式成型的那一天，就是我的死期。好在天无绝人之路，他们怎么也想不到我活了，好好的活了下来。你先吃点东西吧，其他的事情等你吃完了再说。一桌子的美食，陈长安和慕云瑶一口没动，却被他一个人吃了个精光啊！吃饱了，好踏实啊！这种踏实的感觉让夏桀十分的舒服，对于陈长安也是充满了感激。不用急着跪，我检查一下你的身体情况。您检查吧。好。检查之后，陈长安不由得也是皱起了眉头啊！这小子体内的能量究竟是什么呀？很强势，而且陈长安从来都没有见过。你死之后被扔在了什么地方？你身体之中的这股能量是后来形成的，还是天生自带？我不知道，我以前从来不知道自己体内有这样的一股能量，而且我死后被扔在了什么地方，我也不清楚。因为我再次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距离皇城很远。很远？这股能量不仅仅救了他的命，难道还送他离开了是非之地？有灵智的能量。这样一来，陈长安不得不将这股能量和道元之气联系起来。去一趟皇城，想报仇吗？陈长安突然的一句话，让夏桀和慕云瑶都愣住了。我可以教你修炼，传你本事，甚至我会让你亲自打败夺了你圣骨之人，并且帮你夺回圣骨。但我同样也有条件。什么条件？我要你身体里面这股能量，只是有可能，并不确定。我需要先找到你当初获得能量的地方，再决定。身体里面这股能量？难道说这股能量选择我的目的，便是让我在此等待面前的这个陈长安吗？如果你能够帮我报仇，并且让我重新夺回圣骨，我可以答应你的条件。长安，那你先忙你的事情，我去外面打探一下消息。我总觉得靠大黄他们有点不靠谱。好。当慕云瑶离开之后，夏桀看向了陈长安。我算是您的徒弟吗？算。师尊在上，请受弟子夏桀一拜。起来吧。是，师尊。师尊，不知道您想要打探什么消息？有什么我能够帮忙的吗？听到夏桀的话，陈长安想了想，随后便将自己要打听的事情说了出来。师尊，您不是丰隆监狱的人，这一次过来是为了神脉之事。说起来，关于神脉的事情，我也听闻过一些。这件事情在丰隆监狱，不说人尽皆知，但也差不多了。但从这个消息出现到如今，不知道已经过去了多少载，却始终没有人找到神脉的下落。甚至很多人怀疑，神脉压根就不在丰隆监狱之中，只是不知道何人编造出来的这一个谎言而已。师尊，您觉得神脉就在地冥域之内？可这么多年来，没有人觉得这神脉会在这里啊，而且也没有人发现有什么异常。也可能有，只是我不知道罢了。但是这个齐家的消息，我似乎听闻过一些。你听说过齐家？逃亡这一路，多少听过一些。齐家同样不是丰隆监狱的人，他们大概是10几年前左右来到了地冥域。这10几年发展的很快，而且四处结交。听闻这齐家好像还要广邀地冥域群雄参加一场聚会。按理说齐家实力不错，但根基尚浅，结识的人并不多。但我听说这一次聚会，好像很多人都感兴趣。
但具体原因就不清楚了。你是地明域的人，地明域的实力如何？这个太多的我也不清楚，但以盛唐神朝来说，皇室老祖的实力乃是神王境界，地明域的九圣山老祖实力更是达到了神王巅峰。难不成齐家是实在找不到了，打算将消息公布出来，结合地明域的所有力量一起寻找？你知道这聚会召开的时间吗？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我并没有在意太多，毕竟……好，我先传授你修炼功法，你试一试，看看如今的身体是否能够修炼。多谢师傅。陈长安手指一点，便将自己改良之后的无上霸体诀传入到了夏桀的脑海中。夏桀的事情处理好了。他如今正在修炼之中，这小子有点意思。对了，打听到什么消息了吗？打听到了，齐家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似乎不少人都对齐家举行的聚会感兴趣。但聚会的时间在3年之后。地明域虽然很大，但这些人前往齐家应该也用不了这么长的时间才对。不知道齐家在搞什么鬼。3年，齐家这是什么目的？在给别人时间，还是在为齐家自己争取时间呢？关于神脉的消息呢？没有什么靠谱的消息。神脉在丰隆界域，不是秘密，但具体位置无人得知。地明域的人更不认为神脉就在此地。不过我倒是听到了另外一个消息，是关于盛唐神朝的。盛唐神朝的消息？皇室那边的和夏桀有关？不错，太子夏天最近1年修为突飞猛进，不足100年修为便已经到了地神境，这样的速度放眼整个万古神域也十分惊人。万古神域之中，真正的妖孽修炼速度如何？我觉得夏天恐怕也只能在这丰隆界域成为第一妖孽，放眼整个万古神域，怕还当不起这样的名头。眼界决定了他们的认知，所以这种放眼整个万古神域都十分惊人的话，也不过是丰隆界域之人的自嗨罢了。不过如今这盛唐神朝应该很开心吧？不错，盛唐神朝的皇室十分兴奋，而且这个夏天更是放出豪言，1年后要突破到地神境9重修为。盛唐神皇朝和九圣山准备邀请众多强者，1年后见证夏天创造奇迹。与此同时，正式册封太子夏天为盛唐神朝神太子，地位仅次于盛唐神朝夏家老族。神太子有点意思，看样子这圣谷果然十分强大，能够让这个夏天拥有如此底气。可惜了，当年为了能够完好的剥夺圣谷，皇室并没有让夏桀修炼，要不然他们或许会看到什么才是真正的妖孽。夏桀的天赋这么强？很强，就算没有圣谷，依然是不比这夏天差。若是有圣谷，夏桀才是真正放眼整个万古神域的天之骄子。这么说来，你是打算带着夏桀大闹盛唐神朝的皇室了？皇城是一定要去的，我要弄清楚夏桀体内的这股能量究竟是不是道元之气，顺便让他们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天才。至于神脉的事情，不急于这一时，我也想看看齐家到底在打什么主意。咱们如今也没有什么更好的线索，就让齐家好好的寻找吧，到时候说不定可以坐收渔翁之利。话说这么多年过去了，陈玉轩他们还有慕容两姐妹的情况如何了？你这段时间有关心过小世界的情况吗？怎么可能不关心？小世界的发展对我有很大的作用，我一直都在留意。这么多年过去了，小世界的发展也在稳定的进行之中，这还多亏了亲戚的帮忙，在这方面他比较有经验。至于云轩他们这几个小家伙，实力提升的很快，如果小世界不继续提升的话，恐怕用不了多久就满足不了他们了。慕容他们，你说他们到底怀了个什么玩意儿，怎么还是没有动静？说起慕容两姐妹，陈长安也有些发愁啊。这都多少年过去了，肚子里面的小家伙愣是不准备出来。怀的是你的孩子，你说的是什么玩意儿？你别这么看着我，我告诉你，我暂时不想要怀孩子，绝对不想。看到陈长安的眼神，慕云瑶也是心头一震。想到慕容两姐妹的情况，慕云瑶也不想步他们的后尘。运动运动还是可以的，修炼一切都是为了修炼，闲着也是闲着，你说对不对？大哥，你别说，你真别说，这神域它就是不一样。哎，感觉自己又错过了好多的快乐。这一切的始作俑者都他妈是全无道，这王八蛋！打听到什么消息了吗？此话一出，大黄他们3个和齐元浩都是脸色一变。糟，也怎么把正事给忘了呢？那个大哥，你听我狡辩，哦不呸，你听我解释一下啊。这欢乐坊啊，那是凶险之地，我们也必须小心谨慎。原本呢，我们是打算先迷惑住那些姑娘，让她们放下防备之后再进行询问。可你猜怎么着？嘿，这些姑娘一个个那叫一个精明，那当真是……别说了，你看我衣服信了吗？
说实话吧。大哥，我把这事儿给忘了。早知道你们靠不住，消息已经打听的差不多了。这些日子，咱们要去一趟盛唐神朝的皇城。齐家就在这盛唐神朝的皇城吗？难道说神脉就在此处？我去皇城是有其他的事情，齐家不在这里。随后，陈长安将他们去逛窑子之后发生的事情，以及打探的消息简单的说了一下。好家伙，圣骨被活生生的剥了出来了，这他妈是亲爹吗？这不是很正常吗？我早就司空见惯了。在神域之中，不管是家族还是其他势力，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所谓的亲情，很多时候其实并不牢靠，实力为王。突破了，半个月的时间就突破到了半神境，这小子果然有点意思。大哥，半个月突破到半神境，这虽然很快，但是夏桀只有1年的时间。1年之后，那个夏天要是真的突破到了地神境9重，夏桀有机会超越他吗？机会都是创造出来的。接下来这1年的时间，咱们就好好的帮着夏桀提升实力。大哥，神脉不找了？找，但不急于这一时，道元之气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1个月之后，陈长安一行人这才从黑火城离开。陈长安看了一眼夏桀，如今的夏桀经过半个月的修炼，修为已经达到了半神境巅峰。夏桀，在1年内我们要到达皇城，而你只有这些时间，你有信心在到达皇城的那一刻超越夏天吗？超越夏天？不，我要做的不仅仅是超越夏天。师尊，我的目标并不是夏天，夏天从我身上夺走的我会夺回来，但真正的罪魁祸首另有其人。我的目标是灭了盛唐神朝，灭了九圣山。还是稚嫩了一些。师尊，可是弟子说错了什么？陈长安微微一笑，一旁的大黄连忙给小蚯蚓和伊陀一个眼神，随后他们3个人走到一旁，老老实实的排队坐好，这让齐元浩一脸懵逼，但还是跟着他们坐成了一排。此为何意啊？笨，这明显是长安小课堂要开课了，还不好好的坐好等着上课呀？还请师尊赐教。仇恨是前进的动力，但一个人的心中不能够只有仇恨。若是仇恨消失的那一天，你还会有动力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有奋斗的目标，这本没有错，但在没有实力的时候，尽量要隐藏起自己，不是要让你委曲求全，也不是让你忍辱负重，而是要学会隐藏自己的仇恨。否则的话，天天把仇恨写在脸上，你觉得你活得到有实力的那一天吗？记住，做任何事情不能够只凭借着一股冲劲和愤怒，还要学会动脑。命都没了，你告诉我，你还怎么报仇？多谢师尊教诲，弟子明白了。大哥，我能不能问一个问题啊？你最好是真的有问题。咱们1年之后就要去皇城了，杀了太子夏天之后，必然会得罪皇室乃至九圣山，所以以我对你的了解，你应该不会放过这些人才对。也就是说，有你在，夏桀并不会有任何的危险。那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有啥用啊？大黄哥，你居然会说人话了！嘿嘿，这叫什么话呀？我以前说的都是屁话。人的一生很漫长，尤其是我们修炼者而言，你会经历很多事情。我教会你的是道理，仇恨总有一天会消失，所以你前进的动力不能够只是仇恨。就比如1年后，若是灭了盛唐神朝皇室，灭了九圣山之后，当你没有了任何仇恨之后，你还有前进的动力了吗？告诉我，你修行的目的是什么？变强的动力是什么？回师尊的话，修行的目的是为了复仇，变强的动力是为了超越你。超越我？这小子有野心，只可惜想要超越我，那你一定要好好努力，否则算了吧，努力吧。小伙子，我看好你，你好好努力。我也看好你，你行。对，你非常行。什么意思？我难道又说错什么话了吗？给你2个月的时间修炼，2个月之后有实战考核。实战考核？陈长安将非洲再次取了出来，而夏桀则是进入到休息室之中修炼。你准备如何对他进行考核？去皇城这一路，总要准备一些礼物，不是吗？先让夏桀收些利息。你是准备让他拿皇室的成员练手？不错，夏桀虽然心中有仇恨，但这小子，我怕他不够狠。大黄，到了你们3个发挥余热的时候了。终于有用武之地了吗？大哥，你尽管吩咐，我们保证完成任务。不错，义父，你就说吧，让我们做什么？我们一定不会辜负大哥的信任。去吧，帮我打探一下消息。啥？又是打探消息啊？大哥，
打探啥消息啊？让你去你就去，哪来这么多废话？帮我调查一下盛唐神朝之内皇室成员的所有情报，记住，是所有。还有，别他妈去欢乐坊。师尊，2个月的时间到了，徒儿的修为已经突破到了准神境巅峰。不错，你很开心。是，师尊，我是不是开心的早了点儿？早是早了点，不过开心就是开心，没有什么不对的。你要学会隐藏自己的喜怒哀乐，但又不能够压制，明白吗？隐藏，但不能压制。可隐藏不就是一种压制吗？仔细的思索了一番，这才明白其中的道理。师尊，弟子明白了。不错，悟性很好。现在有一件更开心的事情等着你，我已经为你找好了你考核的对象。师尊，此人在何处？啊，看到那边了吗？那里有一个叫做夏阳的人，他就是你的对手。夏阳，皇室的人。不错，你们皇室陈王的后人。去吧，他的修为是凡神境1重，杀了他。此话一出，夏桀不由得心头一震。考核的内容竟然是挑战比自己修为强的皇室成员，而且还要杀了对方。大哥，其他都解决了。好。夏阳虽然年纪并不大，修为也不高，但毕竟是皇室成员，只要在盛唐神朝之内，不管是到了什么地方，都有人给他面子。但夏阳这个人呢，却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年纪轻轻却喜爱人妇，且心肠狠毒。若是不顺从他的，他越是喜欢，且得手之后斩草除根，灭其满门。妈的，人呢？我怎么死哪去了？夏阳刚刚享受完，出来之后却发现自己带来的人竟然一个都不在。突然，夏阳眉头一皱，看向朝着自己飞来的夏桀，一个准神境居然也敢来送死，真是可笑！轰的一声巨响，夏阳被夏桀一拳震飞了出去。区区准神境巅峰，力量竟然如此强大，倒是我小瞧了你。但你若只是这点本事，恐怕今天免不了一死。给我死！夏桀一连轰出3拳，拳拳到位。3拳之下，夏阳是倒地不起，再无生命迹象。还不错，不过欠缺点火候。师尊，欠缺什么？不够绝。你要知道，人是有灵魂、有神识的。他是凡神境，自然会拥有神识。你杀了他的身体，却并没有灭掉他的神识。身为皇室中人，大把的人有能力帮他重塑肉身。记住，既然要杀，就要做得彻底，不要给对手任何翻身的机会。说罢，陈长安张开手掌，上面赫然是夏阳脑海之中的神识。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陈王后人，我乃是皇室中人，杀了我，皇室绝不会放过你们的。陈王后人，那又如何？我曾经还是15皇子呢。15皇子？怎么会是他？15皇子不是已经被夺了圣骨，早就死了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而且竟然还有如此强悍的实力！你……夏阳的话还未说出口，陈长安便直接灭掉了他的神识。走吧，这只是你的第一站，接下来还有很多对手在等着你。最近这段时间呢，大家可都得当心点，千万别招惹了什么不该招惹的人，否则的话，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废话，你当我们是傻的？皇城如今来了那么多强者，谁敢闹事？你们听说了吗？太子竟然真的用1年时间突破到了地神境9重。是啊，这天赋简直恐怖。不过话又说回来，太子的修炼天赋如此恐怖，那为何之前那么多年没有这样的速度？说的也是，否则的话，太子如今的修为只怕不止地神境才对。我听说呀。哎，你他妈别听说了，小道消息不可信。而且你别说不该说的，我也不想听不该听的。你这胆子也太小了吧？这叫谨慎。现在是什么时候啊？太子册封大典在即，皇城戒备森严，祸从口出的道理你不懂吗？好，我不说总可以了吧？哎呀，真是可惜啊，没有能力亲眼见证这传奇诞生的一幕。是啊，神太子，这样的称谓可是从来没有过。如今整个皇城都在议论纷纷，而皇城的戒严程度也是达到了最高级别。拥有圣骨之后，你的修炼速度确实很快。这圣骨果然非同小可，但是切记，不可骄傲自满。你如今的修为，在咱们丰隆界域还没有迈入强者的行列。父皇的教导，孩儿铭记于心。好，对了，最近这段时间内，在咱们盛唐神朝境内，皇室中人死了不少，你可知道此事啊？父皇，您的意思是有人在我们盛唐神朝境内击杀我皇室成员？
目前的情况来看，确实是如此。不过，对方所杀之人，大多数实力都比较弱，我怀疑对方的实力很一般，或许是和我们皇室有仇，但是实力不足，只能够对那些实力低弱的人下手。我已经让人去调查了，凶手究竟是谁？知道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件事情吗？还请父皇赐教。你马上就要被册封为神太子，你天赋出众，是咱们皇室最优秀的天才，是地冥域的第一妖孽，甚至是放眼丰隆界域，也未必有人的天赋强得过你。可你终究还是缺少了点东西。调查出凶手之后，由你来解决掉此人。如今的我还需要做这些事情来给自己立威、提升名气声望吗？谁不知道我乃是盛唐神朝的神太子？谁不知道我修为天赋乃是第一妖孽？何必做这些无聊的事情来浪费自己的修炼时间呢？父皇，儿臣以为这事情谁都可以，不需要我亲自出手。这等小事有失身份。哼，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切记，老祖如今不问世事，九圣山那位老祖同样如此。你需要得到皇室所有人的认可，这对你前期的修炼很有帮助，你懂吗？父皇，您是帝王，难道还怕皇室宗亲不成？再说了，母后的身后是九圣山，皇室宗亲还敢有什么异动不成？糊涂，远水救不了近火。皇室宗亲之中，强者有多少，你难道不清楚吗？就你这样的性子，你会得罪多少人？你自己比我还清楚。不要小瞧了其他人的野心，更不要小瞧了其他人的决心和狠心。鱼死网破，同归于尽，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还少吗？父皇，人我会杀，但我同样也要让所有人知道，我夏天不是谁都能够对付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只有我才能够带领盛唐神朝走到他原本不该有的高度。有志气是好事，但是不要操之过急。算了，你还是好好修炼吧。3日之后的册封大典不要迟到，这一次来了很多人，不要失礼于人。父皇放心，我会让他们见识到何为真正的天才。夏纣看着夏天，心中也是无奈的叹了一口气。他看得出来，自己说了这么多，夏天一句话也没有听进去啊。回来了，我终究还是回到了这里。师尊，我体内那股能量有反应了。你现在有什么感觉？好像在给我指引一个方向。师尊，他会不会想要带我去什么地方？不对，应该说他好像是要带您去什么地方。走，先过去看看再说。是。夏桀按照体内能量给自己的指引，最终带着陈长安一行人来到了皇城50公里外的一处荒山。大哥，按理来说皇城周围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地方才对吧？皇室怎么会允许有这样一个地方存在啊？这里距离皇城这么近，能够存在，说明皇城是默许的。只不过，师尊，我好像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了，这是乱坟山。乱坟山？你知道这里？是，我以前在宫中的时候，曾经听别人说起过，而且小时候那些下人经常用这个地方吓唬我，说如果我不老实，就给我扔到乱坟山。我记得好像是说，宫中死了人之后，就会被扔到这乱坟山。看样子，当初死了之后，应该也是被扔到了这里。只不过，我记得乱坟山是有守军的，可怎么没有看到守军啊？死人的处理方法有很多，为什么要扔在这乱坟山？而且，这不过就是一个乱坟岗而已，还要派守军？这地方到底还有什么秘密？皇室这么做，又是有什么用意呢？长安，盛唐神朝皇室会不会想要隐藏什么？又或者说，这里有什么他们忌惮的东西，所以选择了某种邪门的办法压制？都有可能。这样吧，你们带着夏桀先去皇城，我自己看看这里的情况。大哥，这个不行啊！你走了我们怎么办？你要是赶不回来，我们很没有安全感的。你个怂货，你怕个屁啊！有尹一，还有踏月，谁能把你们怎么样？你怎么越来越怂啊？非也非也，大哥，我这叫谨慎。我若是出了什么意外，那是所有落难姑娘的损失，我得为他们负责呀。滚！好嘞，师尊，真的不用我们陪着您吗？不用，你们留在这里也没什么用，别耽误了正事。放心的去吧，让他们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天才。是，师尊放心，弟子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沐鱼瑶带着其他人离开之后，陈长安继续深入乱坟山。应该就是这里了。陈长安来到了这乱坟山之上，血煞之气最严重的中心位置。道元之气真的会存在于这个地方吗？靠近之后，陈长安才发现这里竟然还有一道阵法，似乎在镇压着什么。我什么都不会说，你就死了这条心吗？不管你们来多少次，
我还是这句话，有种你们就杀了我。你是谁？谁把你困在这里的？有心意，真的有心意，换了新的套路了吗？可惜我是不会上当的。爱说不说，死不死谁儿子？反正不是我儿子。他慢慢的释放出自己的感知力，想要寻找到和夏桀体内相同的能量，可不知道为何什么也没有发现。真是奇怪，怎么找不到？小子，别以为你装出这个样子，我就会好奇的询问你什么。闭嘴！哪他妈都有你，老子跟你说话了吗？妈的，这王八蛋什么路数？这么多年了，从来没见过呀！小子，我劝你最好跟我说话客气点儿，否则的话，你可别他妈吹牛逼了。否则的话怎么样？你也不看看你现在这死出，你能干嘛？用眼神杀了我，给你牛逼坏了。你粗鄙！行行，你雅，你优雅，你高尚，行了吧？混的都赶不上街边的野狗，还在这装模作样。你这么多年来吃过东西吗？喝过酒吗？享受过女人吗？都没有吧？没有就对了，你他妈活该！说罢，陈长安直接席地而坐，从纳戒之中取出来了不少美食美酒，当着老头的面就开始吃了起来。陷阱，套路，对，一定是这样的。哼，我不会上当，绝对不会上当。不管你说什么做什么，都别想从我这里得到任何消息。你干嘛去啊？见陈长安起身要走，老头突然开口问了一句：“你他妈管我干嘛去？关你屁事！你小子能不能好好说话？”老子乐意。行，你他妈爱干嘛干嘛去。老头甚至都开始怀疑了，这小子不会是真他娘的是个闯进来的吧？走了？真他妈走了？走得还挺快，多聊一会儿好了。好久没有跟人说话了，这小子说话，真有劲儿。虽然不知道陈长安的身份，但聊几句还是挺有意思的。一连串的巨响声传来，这老头不由得也是一惊啊！这小子在干嘛？他他妈是要毁了这地方吗？妈的，这股气势，这他妈是地神境巅峰！王八蛋，你他妈到底想干什么呀？还是没有？难道这里真的没有那股能量？可若是没有，夏桀体内的能量怎么会指引他带着我们过来？你到底要干嘛？你是想把我活埋了吗？陈长安身影一闪，再次回到老头这边。你狗叫什么？你现在这样死了也好，解脱了不是？你真的要杀我？无冤无仇，我杀你干嘛？我是来找东西的。找东西？难道真的是我想多了？你不是九圣山的人？九圣山？这跟九圣山有什么关系？这不是皇室搞出来的乱坟山吗？你当真不是九圣山的人？九圣山算什么东西？也不是夏家的人。夏家就更算不上什么东西了。好，我凭什么相信你？你他妈爱信不信，老子让你信了。这小子说话怎么这么噎人呢？你有事没事？没事别他妈耽误我找东西。别，着什么急呀？聊聊你妹，滚蛋！找你聊的时候你装犊子，现在想聊了，美的你。哎呀，求你了，聊聊吧。我说你这人，刚才找你聊，你跟我装犊子，现在又求着我聊，你是不是变态？行，只要你跟我聊，我可以承认自己变态。聊，你他妈要是聊不出来什么有用的东西，老子先弄死你！听到陈长安这么说，老头笑了起来。哎呦我去，你他妈还是别笑了，太寒碜了。想我盛华云当年也是风流倜傥，英俊不凡，不说是得，你快别吹了，我要不要给你找个镜子，你看看你自己现在什么德行？风流倜傥，英俊不凡，哼，你都老掉牙了，路边那枯树长得都比你水灵。被陈长安埋汰了一顿，老头也是无奈的叹了一口气。你他妈倒说话呀，你还聊不聊？对，聊那得聊。这么多年了，凡是来到这里的人都是打我身上秘密的人，还好你不是。那可说不准，知人知面不知心，我也不是啥好人。你这小子当真有趣。我问你，如今外面九圣山和夏家如何了？不太清楚，我刚来这里没多久。不过我和这九圣山还有夏家倒是有点恩怨，不久之后
应该不会有人再麻烦你了。这小子是想要灭了九圣山和夏家，说说什么恩怨？陈长安无奈地看了一眼老头，随后呢，将夏桀的事情说了一遍。哼，想不到夏家竟然都开创神朝了，果然是狗改不了吃屎。知道九圣山的人为何会下嫁夏家吗？你知道，原本的夏家不过是九圣山的一个附庸家族，而我当年是九圣山的亲传大弟子。亲传大弟子？行了，你不用说了，我猜得出来。哦，你这般聪慧，那你说说看。行吧，这种狗血的故事我听过太多了，都没有夏桀那画本子里面的有趣。是不是为了争抢你们九圣山的老大的身份，所以你师弟或者是什么残害了你？而夏家就是你看守的人，残害你的人成功了，成为了九圣山的老大，然后帮助着夏家建立了这盛唐神朝。九圣山的人夏家，一方面是有这一层关系在，另外一层也是提醒夏家好好的尽好自己的责任。我猜的对不对？听到陈长安的话，老头也是苦笑了一声，因为陈长安还真就猜得差不多了。知道当年残害我的人是谁吗？我的亲弟弟和我的未婚妻。这么多年来，他们不杀我，是因为我手上有他们想要的东西，东西还在我手上，我就能活。你不想问问我什么东西吗？关我屁事，我又不想要。我问你，你被关在这里多久了？不知道，我已经记不清多少年了。那你关在这里这么久，有没有感应到什么比较奇怪的能量？奇怪的能量？老头依然摇了摇头。行，问你也是白问，你自己玩吧，我要忙自己的事了。哎，别，再聊会儿。聊个屁呀！陪你聊这么久，已经够意思了，你别得寸进尺。对了，我好像真的想起来了一件事儿。你最好真的想起来了。是真的，大概在2年多之前，对，差不多就是这个时间。我当时隐约之中似乎感应到一股能量，但是很快就消失不见了，所以我也没太当回事儿。2年多之前，你仔细想想，这股能量究竟出现在什么地方？这……老头开始回忆了起来，只不过那股能量出现的时间实在是太过于短暂了，不远也不近，但是应该就在这附近。这话说了跟他妈的没说一样。行，你自己在这里玩吧，我过去找找。你先等会儿，你这么着急干嘛？你有完没完？不是，我是想说，你能救救我不？救你？陈长安看了一眼老头，随手直接伸手将锁在他身上的能量锁链给扯断。就这么扯断了？不然呢？你他妈真的只是地神境修为？修为没错，实力未必。算了，再帮你一把。说罢，陈长安直接伸手抓住老头的手臂，下一刻，一股庞大的生命之力冲入到老头的身体之中。生命法则？你还领悟了生命法则？你到底是什么人？你管我是什么人？救你不能白救，有好处没有？啥好处？你小子还真是会做生意，先救人后收钱。不过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但我可以答应你，离开这里之后，我绝对不会亏待你。画饼？行，这老头子真行，这就开始画饼了。少废话，你他妈帮我找不到我要的东西，老子亲手把你锁在这儿。都这么半天了，你到底能不能确定位置？看着盛华云转来转去这么久，却始终没有办法确定位置，陈长安也有些无奈。好像是这里，又好像不是。不对，不是这里，是这里，好像也不是。那是哪里呢？我说，到底是你找还是我找？你就不知道帮帮忙吗？我能找到还有你，你抓紧时间，我还有别的事呢。无奈的叹了一口气，他凭借着自己的记忆又开始寻找了起来。对，就是这儿，应该就是这儿。你确定就是这？没错，就是这里。但是我感受不到任何能量波动。你要找的到底是什么？没什么，你先去一边待着吧，我自己找一下。见到陈长安这么说，盛华云也没有追问，而陈长安此时也将心思全部都放在了寻找能量上。这小子到底领悟了多少种法则之力？看到陈长安的身体没入到了下面的土地之中，盛华云很清楚，陈长安刚才是施展了土之法则。他很好奇，这陈长安究竟是什么人呢？明明修为只有地神境，但实力却不容小觑，而且还掌握着很多法则之力。
就是这里，这湖泊竟然是这股能量所形成的。当进入到湖泊之后，陈长安这才发现，这湖泊是由一股能量汇聚而成，而且这股能量就是夏桀体内的那股能量。此时，在陈长安进入到了湖泊之后，四周的能量开始快速地冲进陈长安的身体之中。随着这股能量的出现，陈长安的修为也开始快速提升。此时皇宫之内宾客云集，真是没想到，夏家的老祖宗以及九圣山的老祖宗竟然都现身了。是啊，看得出来，他们对于夏天很重视啊。当然重视，这可是妖孽般的天才，1年时间从地神境1重突破到地神境9重，这可不是谁都能够做到的。不足100岁的地神境9重，未来成就不可限量。这地名域有头有脸的人物可是都到了，这阵仗可是不多见。哎，那边的那些人是谁？你们谁知道啊？那些人好像不是咱们地名域的。我去，那不是赵家和岳家的人吗？他们也来了。哪个赵家和岳家？白痴，丰隆界域还有哪个赵家和岳家呀？难道是？不错，就是实力比九圣山还要恐怖的那2家。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啊？九圣山有这么大面子吗？赵家和岳家的出现让所有人都感觉十分的意外。丰隆界域第1妖孽，我倒要看看，是否真的有这么厉害。赵风华，曾经公认的丰隆界域第1妖孽。原本我这万年老二就很不爽了，现在连老二都不让我当，我就更不爽了。赵风华，你觉得这个夏天为什么会突然之间崛起？不足100岁的地神境9重确实很强，但是明明之前这个夏天就是一个普通的天才而已，为什么会突然之间崛起？这里面恐怕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你打算怎么做？亲自出手试探一下这小子的实力？算了，咱们2个人出手不合适，有点欺负人，先看看再说吧。就算不给夏家面子，多少也要给九圣山一点面子。这倒也是，看看再说。九圣山老祖和夏家老祖自然也听到他们在议论着什么。不用担心，他们不会闹事的，这点面子他们还是会给的。您说的是，真是没想到这一次还劳烦您亲自来一趟，这是我们夏家的福气，也是夏天的福气。夏天的身上也有我们九圣山的血脉，算是自家人。况且这小子如今圣骨在身，未来成就远不是我能够比的，亲自过来一趟并不算什么。不过在夏天崛起之前，咱们还是不能够大意，因为再妖孽的天才死了也就一文不值了，记住了吗？我们不仅仅要为他提供最优越的修炼资源，也一定要保护好他的安全。您放心，我们一定会保护好夏天的安全。你们夏家多少还是弱了一点儿，这一次我从九圣山带来了几个人，以后就留在夏天身边吧，他们都是神王境界。好大的手笔，竟然直接派了几个神王境界的强者保护夏天。册封大典现在开始。哈哈哈！诸位宾客的到来，让我们盛唐神朝蓬荜生辉呀！在这里，我要先感谢九圣山老祖的支持，同样也要欢迎赵家和岳家的莅临，欢迎所有的宾客给我们神唐圣朝这个薄面。这一次能够来这么多人，是夏纣之前没有想到的，这无形之中也说明了盛唐神朝如今的地位也在一点点的提升。有请太子夏天。太飘了，哼，虽说是个天才，可是如今也不过是区区地神境9重罢了，你在狂什么呀？很显然，夏天的行为举止让2个人十分的失望，只不过夏天看向2个人的目光却透着一丝轻蔑。夏天，注意一下自己的态度，忘了我之前跟你说过的话了吗？父皇，我知道了。好了，赶紧开始吧。册封仪式现在开始。等一下。啊，夏桀，这个明明已经死了的人，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夏天，抢了别人的东西，你用得很舒服吗？你觉得你配成为第1妖孽吗？他活了，他怎么可能活得下来？而且他竟然还有了修为，地神境9重，同样的地神境9重。夏天拿了别人的什么东西？此人是谁？这不是15皇子夏桀吗？他不是死了吗？怎么又出现了？对呀，我听说2年多前他就死了呀。哈哈，有趣，这回事情似乎变得有趣了起来。夏桀，不要胡闹，今天是我们夏家的大日子，你最好给我老实一点。来人呐，把夏桀给我带下去。怎么，这么着急把我带走，是怕我把秘密说出来吗？
我的好父皇，你为了夏天剥夺我一身圣骨之时，应该不会想到我还能活下来吧？此话一出，众多宾客都是心头一震。剥夺圣骨？妈的！我就说这夏天怎么突然崛起，合着真抢了别人东西？圣骨？难怪这夏天的修炼速度如此恐怖！胡说八道！你少在这里妖言惑众，赶紧给我滚！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怎么，再杀我一次吗？既然我今天敢来，就不怕你有任何的手段。夏天，你不是说自己是第一妖孽吗？那我今天就要挑战你，你敢接吗？挑战？哼，夏桀，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挑战我？你怕了？找死！那我便成全你。下一刻，直接向着夏桀冲了过去，一个照面，第一妖孽就败了。这就是第一妖孽啊！夏天，就算你抢了我的圣骨，你依然是一个废物。告诉你，我修炼刚刚1年。1年？我他妈没有听错吧？这个夏桀就修炼了1年的时间？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啊？我就没有听说过这1年之内能够从无到有将修为突破到地神境9重的。可我看他似乎不像是在说谎啊！妈的，如果是真的，那他才是他妈的风龙界域第一妖孽吧？这样的修炼速度，整个万古神域能找出来几个呀？所以，他真的只修炼了1年，这他妈才是真正的妖孽。就算失去了圣骨，修炼速度竟然也是如此恐怖。不可能，我怎么可能会输给你？这绝不可能！明明就是一个低贱的蝼蚁，为什么他都已经失去了圣骨，还会拥有如此实力？为什么？夏桀，你找死！等一下！就在夏纣准备出手的时候，却被九圣山老祖出声阻止了。你叫夏桀对吧？你很不错，不管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你毕竟是夏家的人，你想要为自己讨回一个公道，我理解，也很佩服。但你觉得如今的自己具备这样的实力吗？只要你肯低头认错，刚才发生的事情，我九圣山既往不咎。从此以后，我们也会大力的栽培你，你觉得如何？今天我来这里，就是要夺回属于我的东西。认错，我何错之有？如此说来，你是不想活着从这里离开了。好，非常好。来人呐，给我杀了这个逆子！夏桀，不是你们想杀就能够杀的。关键时刻，慕云瑶突然从人群之中冲了出来，一拳便灭掉了那个要击杀夏桀的真神境。多谢师母。无需任何担心，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哟，这夏家还真是够可以的呀！放着真正的天才不好好培养，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在了一个废物的身上。就算是剥夺了圣骨，废物依然是废物。我说你们夏家人就这脑子呀？没有了圣骨，夏家还是能够在1年之内从无到有，突破到地神境9重，这才是真正的妖孽。和夏桀比起来，那个夏天简直是不堪入目。夏家人确实脑子不怎么样。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勾结外人，颠覆自家族人，我当初就应该让你尸骨无存。自家族人？你们什么时候把我当过自家人？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是因为师尊，而非你们夏家。你们给过我的是什么？扒皮剥骨吗？也以为有他们，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区区几个真神境，你以为他们保得住你？笑话！夏纣目光一冷，这一次他决定亲自出手，绝对不能够让这场闹剧继续下去了。他们为何如此自信？夏纣虽然说不是神王境界，但修为也是神君境的强者。他们到底为何如此自信？难道说他们的背后还有人？夏桀的师尊？或许吧。夏纣自信满满的一击，然而下一刻，夏纣只感觉到一道黑影闪过，人已经失去了意识。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没看清楚，什么也没看清楚啊！我好像看到一道黑影，不，是一道黑影。妈的，太邪门了吧！死了，夏纣竟然就这么死了！你们好大的胆子！你们还愣着做什么呀？还不赶紧动手来拿下这些贼人！被夏家老祖这么一喊，其他人这才反应过来。可是谁敢上前呢？一群废物，要你们何用啊？我亲自动手。然而下一刻，踏月的一道目光便让夏家老祖突然僵在了原地。好可怕的眼神，好恐怖的气势！别说夏家老祖，其他人此时也察觉到了踏月的不凡啊！妈的，这究竟是一群什么人？邪门，太他妈邪门了！小子，拿来别人的东西是要还的。来来来，我看看怎么下手比较过瘾。母后救我！老祖救我！老祖，求求你，一定要救救天儿啊！
若是天儿出了什么事情，你让我怎么活呀？你就算是为了九圣山和夏家的未来，也不能够让天儿出事啊！夏天确实不能够出事，夏天你们不能动，否则的话，我九圣山绝对不会放过你们。夏桀，你想要讨回公道，现在你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天赋，击败了夏天。同样，你的父亲也因你而死，过去的种种恩怨就让它过去，如何？若你们现在选择离开，我绝对不会拦着你们，日后更不会报复。不用担心，做你想做的就好。是，师母，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东西，夏天必须死。好，若是不给你们点颜色看看，你们还真以为我这九圣山老祖是个摆设不成？沈华峰，你还真是越来越垃圾了。你难道不应该是一个摆设吗？突如其来的声音让不少人都是眉头一皱。这是九圣山老祖的名字，那来人是谁啊？他不是被镇压在了乱坟山吗？盛华云逃出来了，而且他竟然恢复到了年轻时候的样貌，这怎么可能？师尊，师尊，真神境一宠，他真的是夏桀的师尊？这怎么师尊还没有师母的修为高啊？今天发生的这些事情，怪，太怪了。找到了，找到了，不过应该不是全部。听到陈长安的话，慕云瑶也是一愣。不是全部是什么意思啊？这道元之气难道还有很多，而且还分散在各地不成？你的意思是缺少了夏桀体内的那一部分吗？不是，夏桀体内的道元之气其实并不多，无伤大雅，而这冥冥之中有种感觉，万古神域之内还有道元之气，只不过并不在丰隆界域，应该在其他的地方，最少还有2处。无妨，到时候那么多胎珠和法子碎片都找到了，道元之气也一定可以全部找到。对了，此人是谁啊？盛华云，如果我没有猜错，应该是这位九圣山老祖的亲哥哥。亲哥哥？你怎么出来的？你不可能出来才对。你怎么害怕了？怕别人知道你当年干的肮脏事儿了吗？盛华峰，你可真是我的好弟弟。他是盛华云？怎么可能啊？盛华云不是早就已经死了吗？什么盛华云啊？我怎么没有听说过？你没听过很正常。据我所知啊，盛华云在几十万年前就已经死了。可他几十万年前就已经死了？这到底什么情况？这盛华云是什么人？我怎么没听说过？赵家主，这盛华云可不一般，当年在咱们整个丰隆界域都排得上名号，而且不比咱们赵家老祖差，应该是为数不多有机会冲击神皇境界之人。只不过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就传来了他的死讯。当年老祖为此还唏嘘不已，感慨少了一位可敬的对手。看起来他们两兄弟之间有故事啊。这个盛华峰还真不是个东西。你不该来到这里，我更不应该留着你的命，给我去死！兄弟二人身影一闪，此时已经飞到了虚空之中。要帮忙吗？他们兄弟2人之间的事情，先让他们解决吧。咱们也有自己的事情要解决。说罢，陈长安一脸笑容的向着夏家众人看了过去。看到陈长安的笑容，大黄也是眼睛一亮啊！长安小课堂似乎又要开课了。你们之前的行动真的很慢，也很拖沓。夏桀，你要记住，想做什么就要立刻做，绝对不要浪费太多的时间。敌人是用来杀的，不是用来说废话的。听到陈长安的话，夏桀认真的点了点头，可是他心中也有些郁闷。而陈长安似乎看穿了夏桀心中所想，随后说着：“你做不到，但是踏月做得到，合理利用身边的力量，这也是一种办法。”说完之后，他也不再废话，直接向着夏家老祖冲了过去。众目睽睽之下，夏家老祖这位神王境界的强者，竟然直接被陈长安给秒杀了！秒杀了！真神境1宠秒杀神王！这夏家老祖是什么境界？好像是神王3宠左右吧？就算是神王1宠，这也太夸张了吧！他真的只是真神境？我错了，夏桀，我是你大哥，我真的知道错了。当初不是我要你的圣骨，而是父皇他们逼着我这么做的。求求你，饶了我，饶了我好不好？饶了你？你们当初可曾饶过我？8皮抽骨之痛，今天你也好好的尝一尝吧。呀，夏桀，你不得好死！你一定会有报应的！你残杀族人，你手段残忍，你会……当一副金光色的圣骨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时候，不少人也是为之一震。
这可是圣骨，你们不想要吗？你们若是敢想，老子就敢弄死你们！不，这圣骨是属于夏桀的，我们怎么能抢呢？对，我们没兴趣，一点兴趣都没有。夏桀天赋如妖，如今圣骨重新回到他的身体之中，将来成就不可限量啊！没错，夏桀没准儿便是我们丰隆界域第一个突破到神皇的存在，未来便是我丰隆界域的第一强者。夏桀，你准备好了吗？师尊，弟子准备好了。好。说罢，陈长安伸手一划，直接是刨开了夏桀的身体，随后便将圣骨重新移植到了夏桀的身体之中。多谢师尊再造之恩。起来吧，我帮你，同样也是在帮我自己。无论如何，弟子能够有今天，多亏了师尊。大哥，东西到手了，这皇室好东西也不少啊。整个皇室的宝库，大黄也是直接搜刮一空。做得不错。陈长安赞赏地看了大黄一眼，随后便向着虚空之中看了过去。果然，圣华云要败了。一声巨响传来，圣华云被圣华峰一掌击退。圣华云，你以为还是当年吗？如今的你根本就不可能是我的对手。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告诉我那个秘密，否则的话，这一次我不会再留着你的性命。沈华峰，你当真以为我是个傻子？说与不说，你都不会放过我。这个秘密，你永远也别想知道。这么说，你是找死了？我是想拉着你一起死。一起死？先别急着死，到底什么秘密？我有点好奇。我帮你杀了他，你把秘密告诉我，怎么样？死了？皇宫之内所有夏家的人，以及皇室力量，竟然全都被消灭了，孤立无援了。你有把握？他毕竟是神王巅峰，况且这是我们之间的恩怨，你没有必要冒险。因为你，我才能够活着走出来。若是你想要知道这个秘密，我可以告诉你。放心吧，我这个人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帮他？出手吧！话音未落，陈长安的身影便已经出现在了盛华峰的面前。好快的速度，而且察觉不到任何能量波动，空间转移，这是空间法则的力量。盛华峰还处于震惊之中，但是陈长安呢，却并没有给他太多震惊的事情。毁灭，你还拥有毁灭之力？不愧是神王巅峰啊！看样子，我如今的实力想要秒杀神王巅峰，似乎有些困难。你他妈才真神境1重，还想着秒杀神王巅峰？甚至你他妈居然还挺遗憾，觉得有点不满意。你有什么不满意的？这他妈还有不满意的地方吗？大哥，我错了。大哥，我真的知道错了。你我一奶同胞，至亲兄弟，我当年那么做也是逼不得已呀。我也是受了别人的蛊惑，我不争了，不抢了，我都还给你，还给你好不好？从今以后，九圣山还是以你为尊，我什么都不要了。我相信只有你才能够将九圣山带到不一样的高度。我真的知道错了。盛华峰这突然之间的认错啊，让陈长安和盛华云也是一愣啊。这老泪纵横的模样，还真是够会演的。不是，这夏天还真不愧是拥有你们九圣山的血脉，怎么老的跟小的都一个德行？夏天刚在下面求过一次饶，最后呢，被扒皮剥骨了。你觉得你，会有什么后果？当年我对你怎么样，你自己心里清楚。你是我亲弟弟，我什么时候亏待过你？我有的，我会想尽办法让你也得到，就是怕你会多心。可你呢？你又是如何对我的？不要说什么有人蛊惑你，你若不想做，没有人可以逼你。你真当我是个3岁的孩子一样好骗吗？大哥，你当真要看着一个外人杀了我吗？就算要死，我也宁愿选择死在你的手里。你动手吧。沈华峰，我太了解你了，你觉得我会上当吗？如今的我没有本事杀了你，这一点我清楚，你也清楚。想要找机会拉着我陪葬，你真是做梦。王八蛋，我要你死！然而下一刻，陈长安手指轻轻一点，盛华峰整个人突然静止在了虚空之中。我操，这他娘的不会是空间法则吧？生命法则、时间法则、空间法则、毁灭法则，你是怎么做到的？我天生就有，你信不？天生就有？开什么玩笑？这怎么可能？算了，你不想说，那我便不问了。你看，说实话都没有人信，你们这是逼我当一个不诚实的人，真是可惜了我那诚实可靠的小郎君的称号了。
你是不是把你当初在乱坟山的状态都给忘了？哪一点和诚实可靠小郎君贴边啊？你在找什么？废话，身为九圣山的老祖，这货出门不至于什么东西都不带吧？当然是战利品。找到了。将盛华峰身上的东西搜刮一空之后，陈长安直接施展出了毁灭空间，给盛华峰来了一个毁尸灭迹。怎么，还挺伤感？也不至于，就是有些感慨罢了。我没有那么心软，他对我做出的事情，我永远都不可能原谅。对了，你不是想要知道他心心念念的秘密是什么吗？我现在就……先等等呗。两个人身影一闪，此时已经回到了皇宫之中。诸位，热闹也看得差不多了吧？不走，是打算让我们请你吃点？不过就在众人要离开之时，陈长安却突然开口了：“等一下，什么情况？他要做什么？”不用这么担心，我对你们的命没兴趣。那，他叫夏桀，是我的徒弟。您的意思是，日后在丰隆界域，让我们多加帮衬帮衬夏桀？你是个聪明人。你叫什么？我叫赵风华。赵风华，你不错。我徒弟日后还要在丰隆界域闯荡，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给我几分薄面，好好的照顾照顾。当然，你们也可以不给我这个面子。但如果我徒弟在丰隆界域出了任何意外，我会亲自登门，好好的打听打听原因。您放心，日后在这丰隆界域，我们赵家绝对坚决的站在夏桀这一边。不错，我们岳家也是如此。您可能不知道赵家和岳家的实力，但是在丰隆界域之中，我们绝对能够排在前5的行列。只要我们两家同时担保，谁都不敢动夏桀分毫。而我们虽然实力不如赵家和岳家，但我们也会好好照顾夏桀的。陈长安满意的看了看众人，这才挥了挥手，示意他们可以离开了。大哥，你就这么让他们走了呀？看了这么热闹的一场戏，咋不得意思意思？算了，他们也未必就有多少好东西，没必要。这夏家的东西就可以了。况且，还有神脉等着咱们呢，那里头的东西才是大头。你日后有什么打算？是继续留在这盛唐神朝，还是如何？师尊，我不打算留在这里了。这里并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地方，难道我不能够一直跟随师尊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一直跟在我身边，这并不利于你的成长。记住，好男儿志在四方，你要走出一条属于你自己的路。经验是自己走出来的，别人教的再多，都不如亲身体验更有感触。师尊，那以后我们还能再见面吗？有缘自会相见，好好努力。你身负圣骨，未来的路要比很多人都长。不过，你同样要记住，戒骄戒躁。若是命没了，再好的天赋都是空谈。该冲的时候冲，不该冲的时候就怂。道路千万条，保命第一条，记住了吗？夏桀也是没想到，陈长安竟然会如此的教育方式。不过他觉得也是十分有道理。师尊，弟子记住了。那您是现在就要走了吗？事情都解决了，就没有必要继续浪费时间。大哥，距离齐家那个什么狗屁聚会还有2年时间，那咱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呀？不如几位跟我回一趟九圣山吧。夏桀要是愿意的话，也可以跟我一起过去一趟。九圣山会全力栽培夏桀，你们觉得如何？有话直说，别他妈说没用的。你自己不敢回去？毕竟过去了这么多年，如今的九圣山之中，恐怕盛华峰的心腹很多。我一个人回去，多少还是有些危险。而且你不是想要知道那个秘密吗？秘密就在九圣山，要不要一起去？秘密就在九圣山，而齐家所掌握的消息，神脉就在这地冥域之内，两者之间会不会有什么关联？如果真的有关联，九圣山的存在确实足以让齐家这么多年来没有任何的进展。毕竟以齐家的实力，是不敢前往九圣山的。你们九圣山的秘密和神脉有关？你觉得，如果九圣山掌握了神脉的秘密，这么多年来我们就不想要取而代之吗？你们想，但你们做不到，这并不是不可能。所以，到底有没有关系？不知道。不知道，这算是什么回答？九圣山自存在以来，一直存在着一个秘密，而这个秘密只有每一任的圣主才会知道。当年老圣主突然莫名其妙的身受重伤，临死之前将这个秘密告诉了我，可还没等我成为圣主，盛华峰就对我动手了。所以，打住！你这故事我知道，直接说秘密是什么。其实九圣山的这个秘密，并没有盛华峰想象中的那么珍贵，也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宝贝。
只是在九圣山存在着一个很久远的阵法。至于这阵法存在的原因是什么，没有人知道。当年九圣山先祖之所以成立九圣山，就是为了研究这阵法。只不过一代又一代的圣主，却始终没有人研究出来它存在的原因，以及阵法之内有什么。听到盛华云的话，陈长安感觉哪里似乎不太对劲儿啊。这个秘密太不像是一个秘密了，只不过是一个阵法而已，用当成秘密吗？九圣山都研究了不知道多少年，依然是没有任何的结果，说出去又能怎么样？况且为什么只有圣主才能知晓这个秘密？大家一起研究不是更好一点？你确定秘密就是这一个阵法？这算个屁的秘密！我起初也不是很理解，但这个阵法确实是九圣山的秘密，而且九圣山除了圣主之外，没有人知道这阵法所在的位置。我知道，但我还没有去过，就……长安，这阵法不会真的和神脉有关系吧？不过我没有想通，神脉为何要布置一道阵法？是何人布置的？不清楚，去了就知道了。你们就这么确定神脉在地明域？根据齐家所掌握的信息，确实就在地明域，只不过具体位置在哪里，应该是不清楚。也有一种可能，就是我知道的并不是全部信息。齐家来到这地明域之后搞的这些动作，很明显，他们似乎知道的更多一点。咱们真的不先去齐家打探一下他们所掌握的信息吗？不急于这一时，先去九圣山看看再说。对于九圣山的历代圣主而言，这阵法或许让他们无可奈何，但对于陈长安那就是一个摆设，一点用处都没有。盛华峰被杀之后，他留在九圣山的神石玉牌便直接碎裂。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九圣山的人彻底慌了。圣母，圣主是不是真的出事了？对呀，圣主如果真的出事了，那我们要如何应对？如今圣主不在，我们听圣母您的吩咐。圣主被杀，此事非同小可，我们当务之急便是要搞清楚究竟是谁杀了圣主，要搞清楚对方杀了圣主的目的为何，是否还会对我们九圣山出手。去圣堂神朝，以最快的速度，一定要将事情查清楚。可是连圣主都不是对手，我们就算是查到了，又能够如何？我们有这个能力为圣主报仇吗？报仇？都冷静一点。九圣山能够存在这么多年，岂是随随便便就能够被灭的？目前谁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许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糟糕。这段时间大家提高警惕，随时防范是否有外敌入侵。都下去吧。等到其他人都离开之后，宁青青单独是留下来了大长老。大长老，你认为此事是针对圣华峰，还是针对咱们九圣山？不清楚，我有些想不通。圣主乃是神王巅峰，风龙界域之内或许有人能够打败圣主，但形神俱灭。大长老，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这件事情会不会和他有关？不可能，就算他侥幸逃了出来，也绝对不可能是圣主的对手。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的实力只会退步，绝对不是他。大长老，如今圣华峰死了，你应该也算是得偿所愿了吧？哼，如果当年不是碍于身份和实力，我会便宜圣华峰，不仅仅让他得到了这圣主之位，还霸占了你这么多年。如今圣华云被关，圣华峰被杀，这九圣山还有谁比我更适合这圣主之位？或许这两兄妹怎么也想不到，真正有野心的人是你这个亲叔叔。不过话说回来，你也是真够狠的，对他们狠，对自己狠，对我也够狠。当年你安排我成为盛华云未婚妻的那一刻，是不是就已经在计划这些事情了？我这么做也是逼不得已，况且这么多年来，我何曾亏待过你？盛华峰那个傻子还真以为你是真心对他，以为我是真心的辅助他。不过也多亏了他，这些年来九圣山在他的带领之下发展得很不错。如今真正的赢家是我。虽然我一直都盼着这一天的到来，可被我们弄死还是被其他人弄死，这是两码事。如果盛华峰真的得罪了什么强者，你还算什么真正的赢家？能不能保住命都不好说。怕什么？如果真的是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咱们九圣山直接将盛华峰除名不就好了？还能够美其名曰是为了保住九圣山。这样一来，我成为圣主也顺利一些。只要对方不是和咱们九圣山有仇恨就可以了。真的会这么简单吗？可为什么我总感觉有些不安？放心，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的。不安是因为最近少了我的安抚吧。今天就让我好好的疼爱疼爱你。啊，讨厌。
自从盛华峰死了之后，九圣山就直接开启了护山大阵。这护山大阵竟然换了，你们进不去吧？但是我呢？那你总不能一个人进去吧？不就是一个护山大阵吗？都不需要我出手。踏月，给你个表现的机会。你总算想起我来。在盛华云的一脸震惊的目光之下，只见踏月张口喷出了一股无形的能量，伴随着一声巨响，九圣山的护山大阵瞬间破碎。他这么厉害？盛华云震惊地说着。九圣山，我盛华云回来了。盛华云，怎么会是他？宁青青此时也是有些紧张地看了一眼大长老。不用怕，盛华云就算回来了又如何？当年的他不行，现在依然不行。只不过，究竟谁是他的帮手啊？宁青青，你没想到我还会活着回来吧？盛华云，你居然还有胆量回来！如今的你，也不过是神王5重境界，你觉得你能做什么？而此时的大长老却将目光集中到了陈长安他们的身上。真神境？怎么会是真神境？那刚刚攻破护山大阵的是谁？难道真的是盛华云？盛华云，你不会以为带着他们回来就能够有什么作为吧？你究竟回来干什么？既然都已经逃出来了，好好的活着不好吗？不过你既然回来了，有件事情我倒是真的想要问问你，只有历代圣主才知道的秘密究竟是什么？我以为我的回归你会是最高兴的人，没想到你也变了吗？我说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这王八蛋一看就不是好东西，而且他和那个宁青青两个人有一腿，你有没有想过，从一开始他才是真正的幕后策划者啊？有一腿？这两人怎么可能会有一腿？你怎么看出来的？他们两个人身上彼此的气息太浓烈了，这绝对没少做运动，不是有一腿是什么？我操，大哥，你在这狗鼻子吧？滚蛋！这是敏锐的感知力和聪明智慧，你懂个屁呀你！圣权，这一切当真都是你策划的吗？这又如何？你，包括你那个弟弟，不过都是我手中的一颗棋子罢了。圣主之位原本就应该属于我，我才是最有资格成为圣主的人。既然事情都挑破了，那么我也就正式宣布一下，从今天开始，我圣权将会成为九圣山的圣主，而他宁青青依然是圣母，是我的妻子。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神域的人都这么脏的吗？好好的九圣山，如今竟然变成了这般模样。圣权，你才是九圣山真正的罪人。陈兄，帮我。可以，但总不能白帮忙吧？只要我能够做到的，我都答应你。踏月，你保护他们，这些人交给我。对了，全杀了吗？全杀？我知道你们很多人对于当年的事情并不知晓，我也知道你们并不是真心的愿意臣服大长老这样的小人。我可以保证，只要你们现在弃暗投明，只要你们不再参与此事，我可以既往不咎。盛华云，你以为你的话有什么用处吗？如今的九圣山可不是当年的九圣山，就算我是个卑鄙小人，就算我肮脏无耻又怎么了？我才是九圣山的第一任圣主，而你这一生注定会失败，只会成为我的垫脚石。哇，他对自己的认知好清晰啊！嘿嘿，他也知道自己是一个卑鄙小人，肮脏无耻。他对自己的认知确实很清晰，但很可惜，他对我们一无所知。不过是真神境而已，还能反了天不成？他真是应了那句话：一朝天子一朝臣。如今的九圣山已经没有我的位置了，不破不立。陈兄，麻烦你了。行吧，那就一个不留。一个不留？这小子修为不高，口气倒是很大，这是想要屠了整个九圣山？狂妄！就凭你，也配说出这样的话？盛华云都不行，你凭什么？你们两个，过去给我杀了他！我让你们动了吗？你不是真神境，是不是很重要吗？重点是，你们死定了。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妖孽？我何其有幸，能够结交到这样的人物。顷刻之间，九圣山尸横遍野，盛华云也是无奈的叹了一口气。我说你小子不会是后悔了吧？收起你那不值钱的怜悯心，屁用没有。你要记住，这些人就没有留着的必要。大哥说过，该杀的就不能留。
你这人咋记不住呢？哼，是啊，不值钱的怜悯心，这东西又有什么用呢？我怜悯他们，可当初谁曾经怜悯过我？我只是有些不舍，九圣山就这么落败了。落败？我怎么看不出来落败啊？我看到的是新生。这大黄平时说话看起来一点都不靠谱，没想到竟然还能说出这么有道理的话。说的很有道理，真是没想到，这么简单的道理你懂，我竟然不懂。这叫什么话？那你这人我好心开导你，你他妈瞧不起我啊！告诉你，跟着我大哥混，别的学不会，道理懂得特别多。我大哥人称行走的道理小王子。啊，大黄兄弟别误会，我可没有瞧不起你的意思。要我最好。行了，不跟你聊了，我得工作了。工作？什么意思？随后便看到大黄三兄弟开始了自己的收拾大业。这好熟练的操作呀！没了，九圣山的一切都没有了。曾经地冥域的第一势力，风龙界域也能够排进前10的九圣山，就这么落败了。盛华云，你是九圣山的罪人，你这个叛徒，都是因为你，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当年真的应该让盛华峰杀了你。后悔也晚了。你们留着我的命，可从来都不是什么仁慈，而是想要从我口中得知九圣山的秘密。真正的罪人是你，是你们。如果不是你们，九圣山在我的带领之下，绝对不会落入到今天这样的局面。你们才是九圣山的万古罪人。盛华云，当年是我对不起你，可我能够有什么办法？我不过是一个女人，我只是你们男人利用的工具罢了。当年要不是大长老逼迫我做这些事情，我怎么可能会误入歧途？我知道自己没有任何理由求得你的原谅，我只希望你能够留我一条命。我不想死，我真的还不想死。我保证从今以后离开风龙界域，绝对不会出现在你的面前。求求你饶了我吧。可笑，你们这些人还真是可笑。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你以为你们现在掉几滴眼泪，说几句求饶的话，就能够得到原谅吗？呸！真是一群白痴。我不会给你们第二次背叛我的机会。你们不是一直想要知道九圣山的秘密是什么吗？临死之前能够听到这个秘密，值了。可惜我没有打算告诉你们。你耍我？答对了，送你殡葬一条龙服务。话音未落，陈长安直接出手，大长老盛权等人还没有来得及做出任何的反应，便已经化为灰飞，随风消散。哎呀，大哥，冲动，太冲动了！你这下手也太狠了，纳戒不会都直接毁了吧？你说也是，这纳戒毁了，里面的东西为啥不是爆一地，而是一起毁了呢？这儿呢，没毁。什么时候搞到手的？我操，大哥，你这速度可以啊！我怎么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弄到手的？废话，什么事情都能够让你们看到吗？你们太弱了。九圣山如今可就剩你这么一根独苗了。接下来什么打算？拿着九圣山的资源跑路，还是重振九圣山？重振九圣山，虽然这条路可能要走很长一段时间，但我相信，只要肯做，就一定可以成功的。好，小杰，那你以后就留在这里，帮着盛华云一起重振九圣山。你也算是元老了。是，谨遵师尊命令。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想要什么？资源还是其他的？只要是我能够做到的，我绝对不会推辞。算了，刚才已经搜刮到了不少东西了，这些是我的战利品，我就自己带走了。至于我想要什么，先带我去你们那个九圣山阵法所在地看看吧，或许我会对那里的东西更感兴趣。就是这里，这只是九圣山一个很不起眼的湖泊，而且从来没有禁止过任何人来到此处，所以大家根本就不会想到，在这湖泊之下还隐藏着一个九圣山这么多年来都没有办法解决的阵法。根据上一任圣主所说，就算进入到湖泊之中，一般人也很难发现阵法的存在。既然如此，你们九圣山的先祖当年是怎么发现这个阵法的？跑到这里泡个澡，还来了个潜游。具体的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乱坟山的阵法你同样一拳轰碎了，这个是不是也可以？如果我自己进入的话，不需要轰碎，这阵法应该拦不住我。如果你们也想要进去，想。行吧，那你们先在这里等一下，我去看看里面究竟是什么情况。说完之后，陈长安直接纵身一跃，进入到了湖泊中。这么小的一个阵法，这阵法看起来最多也就覆盖了10多米左右。这阵法镇压的是什么？这样的范围，难不成只是一个入口？不会真的跟神脉有关吧？
陈长安手指一弹，一道剑气直接冲向了阵法。可奇怪的是，当这道剑气碰到阵法的时候，竟然直接被阵法吸收了。这阵法难不成能吸收所有外来的能量？大黄，你下来。大哥，有什么用得到我的地方，你随便说。为了你，赴汤蹈火都在所不辞。放心，用不着赴汤蹈火。看见前面的这个阵法了吗？你过去。啊？过去？什么意思？走你！陈长安并没有多说，而是一脚将大黄给踢向了阵法。下一刻，他发现大黄果然有惊无险地进入到了阵法之中，而且彻底消失了。果然是这样，你们都下来吧。大黄，大黄已经进入到了阵法之中了。现在，你们所有人完全封印自己体内的能量，让自己变成一个普通人，这就是进入阵法的办法。就这么简单？九圣山研究了不知道多少年的秘密，就这么简单解决了？不是，真这么简单？有些时候，有些事情就是那么简单，只不过是遇到问题的人把它想得太复杂了。不过这也很正常，任何正常人看到阵法，想到的都是如何破解阵法，加上普通人又未必能够发现这个地方，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简单的问题复杂化。陈长安微微一笑，随后身影一闪，直接冲进了阵法中。这是什么地方啊？不知道。大哥，你来了。目前的情况来看，这里或许就是阵法内部，也可能这个阵法具有传送的功能，将我们传送到了这里。这阵法怎么会如此简单？我们九圣山这么多年来，究竟在破解什么？会不会是因为这个阵法时间太久远的原因出问题了？对于盛华云而言，如此轻易的就破解了阵法，这让他着实有些接受不了。陈长安自然也看出来了盛华云心中的郁闷。人之常情，换了是你，当你发现这个阵法进不去，有很强的反弹之力，而且所有攻击手段都会被阵法吞噬的时候，也会找不到方向吧？但是你就轻松破解了呀？我是一般人吗？智慧，用点子智慧。其实道理也很简单，我也只是猜测各种的可行性，然后进行了尝试而已。只不过大多数人并不认为一个普通人能够对阵法起到什么作用。我猜到了，并且让大黄进行了尝试，结果自然而然的就成功了。喂，你这什么眼神啊？能够帮到我大哥那是我的荣幸，你懂个屁！你知道我和我大哥之间是什么样的情感吗？生死之交，至亲兄弟。大哥，你先给我解除封印呗。好。解开了大黄的封印之后，陈长安仔细地打量了一下这里的环境。这里是不是神脉，目前还不得而知，但这里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地方，说不定会有什么不错的收获。可是这里好像屏蔽感知力，你们呢？屏蔽感知力？我的感知力没用，在这里只能够依靠眼睛。我的也没用。大哥，你的呢？我的感知力还有，只不过范围并不大，大概只有不足1000米的范围吧。感知力屏蔽不见得就是什么坏事，说不定这里真的有什么好东西。走吧。没有了感知力，陈长安等人也只能够开始慢慢的寻找。这里还真是够大的，不过看起来似乎并没有什么危险存在。要不然咱们分开寻找，这样会不会效率更高点？没有遇到危险，不代表完全没有危险。分开的意义不大。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地方有一个比较奇怪的地方？奇怪的地方？这里不是什么地方都很奇怪吗？见到大家都是一脸疑惑的表情，陈长安无奈地叹了一口气。你们是将所有的专注力都集中在了找东西上面吗？你们就没有发现这里的环境是重复出现的吗？重复出现？我操，不是吧？咱们不会是进入到一个幻境之中了吧？看起来走了很久，其实一直都在原地转圈。幻境？原地转圈？陈长安摇了摇头。从咱们开始寻找的时候，我就已经注意到了，大概以100公里为一个区域，当咱们走出100公里这个区域之后，进入到的地方，所有的一切都和之前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这里有无数个一模一样100公里区域的事物所形成的。为什么要弄得这么麻烦？如果真的只是想困住进来的人，幻境不是更好一些吗？况且寻常人根本就进不来，普通人进来了，怕是也活不了多久。我不懂。唉，就是复杂的事情简单化而已。从外面的阵法到这里面，都是被简单化了，完全利用了人们遇到问题会各种猜测的心理。就比如你们发现不对劲之后，自然而然的就会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幻境，然后你们会怎么做？想尽一切办法破解幻境，可这里根本就不是幻境，怎么破解？时间久了，
你们就会慢慢的开始崩溃。如果是普通人进来了，会直接选择等死，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可如果有人选择不顾一切的向前冲呢？既然不是幻境，总有尽头才对吧？那这个重复的问题岂不是不攻自破了？你说的没错，这个地方不可能无边无尽，总会有一个尽头。可是当找到尽头的那一刻，如果是你，你会有什么样的心情？啊，我明白了，幻境总有会被破解的一天，但重复的环境本来就在，而且会一直存在。所以说找不到出口，就等于永远也走不出去。这重复的环境确实很折磨人。不过如何毁掉这个地方呢？想到这里，穆云瑶直接出手，一拳直接轰平了不远处的一座小山。这样算不算破坏了重复的环境？会不会？穆云瑶的话还没有说完，却发现原本被轰平了的小山竟然重新又出现了。这里是有什么法则存在吗？怎么恢复的这么快啊？是时间，它并不是恢复了，而是回到了它被你毁掉的时间之前。所以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样子，这个地方蕴含着很强的时间法则，只要毁坏任何事物，都会触动时间法则，回到它原本的样子。也就是说，这不是幻境的幻境，是无解的。大哥，那咱们现在应该怎么办？那就算是无解，对你来说应该也是有办法解决的，对吧？你这么优秀，难不倒你的，对不对？不用拍马屁，现在我也没有想到什么破解的办法，只不过万事万物都不可能没有任何的破绽，花费一点时间应该可以找到的。说完之后，陈长安慢慢的闭上了眼睛。感知力没用，那闭着眼睛干什么？冥想吗？随着时间一点点的过去，穆云瑶突然发现这四周的环境似乎出现了一丝变化。哎，你们注意到没有？咱们四周的环境是不是出现了点变化？这没注意呀，我注意力都放在大哥身上了。我也没注意，我也没有。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但是踏月注意到了。他看了众人一眼，想要说点什么，不过最终呢，还是选择了闭嘴。这口音的心魔依然是没有被彻底的压制住啊。哎，好像真的有点变化了。什么情况？怎么会突然发生了变化？大哥，你怎么做到的呀？在这里，感知力的用处不大，但对于能量的捕捉还是能够做到的。感受一下周围的能量，以法则对抗法则。我不过是让这里恢复到它原本该有的样子罢了。如果这里的环境没有被时间法则所影响，我们应该看到的就是现在这样的局面。可就算是发生变化了，咱们还是没看到出口呀。找出口干嘛？咱们来是要找宝贝的，空手而归可不是我的风格。走吧，我只不过是尝试一下，既然能够有所进展，就有办法应对这里的情况。说不定咱们很快就能够找到要找的东西了。时间一点点的过去，不少区域都已经恢复了原本该有的面貌，而所谓的重复环境也已经名存实亡。这个地方咱们之前没来过，但是和之前所有的环境都不一样，应该是找到真正的道路了。怎么了？有村子。村子？什么意思啊？这地方还有人居住？过去看看吧，说不定里面并没有人，只是一个荒废的村庄。这里面很多强者，我刚刚感知到的最弱的是神王巅峰。最弱的是神王巅峰？这他妈开什么玩笑？那其他人是神皇？不会不只是神皇吧？有没有神尊？我的感知力有限，没有感应到所有人，但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外来者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不知道，偶然之间进入到这里。你们是守脉人。守脉人？难道说这个地方真的就是神脉所在吗？你们是看守神脉的人吗？不错，你们想要寻找神脉？是。好，那你们跟我们进来吧。进来吧？他们不是守脉人吗？明知道被人过来寻找神脉，不是赶走，而是直接请进去了。大哥，我怎么有点懵逼了呢？或者他们守脉人也有自己的目的吧？族长，这几个外人是过来寻找神脉的。来找神脉的？快，里面请。那个，你们快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好东西。家里来且了，好好招待招待。热情，太他妈热情了！这么多年了，终于有人来找神脉了，不错，非常不错。你这么希望有人来找神脉？你不是守脉一族吗？对呀，正因为如此，我才希望有人过来。你是不知道啊，当年承诺守住神脉，我有多后悔。这么多年了，我们守脉一族等于是被囚禁在这个地方。你说我希望不希望有人来寻找神脉？你们要是能够进入神脉，那我们的使命也就完成了。我可太怀念外面的花花世界了。你们在这里多久了？记不清了，
总之最少1000万年起步，时间太久远了。你觉得我们天天留在这里会去计算时间吗？这倒也是。既然你这么着急，那就别耽搁了，直接带我们去神脉吧。这样一来，你们也能早点离开，不是？虽然我很希望有人能够进入到神脉，可我们毕竟是守脉一族，规矩还是不能够废的。你想要进入神脉，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要进入神脉，规矩是什么？别告诉我，战胜你们守脉一族。你们这神皇一大堆，怎么战胜？不，我们只是守护，并不参与。想要进入神脉，你需要闯3关，只有成功闯过3关，那么神脉自然就会开启。闯3关？哪3关？不知道。不知道？你们他妈是守脉一族，你们自己都不知道？自从我们守在这里之后，就没有人来过，所以闯3关究竟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不过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我对你们有信心。不闯3关，就没有办法进入到神脉之中。不错，不仅如此，你无法进入神脉，也就没法离开这里。闯3关入神脉离开，少一个也不行。还真是够麻烦的，怎么还搞出来这么多事情？当年是谁让你们留在这里看守的？又是谁弄出来了神脉，以及这个闯3关的规矩？这个我不能说，这也是一个承诺。陈天，这小子应该没有出现在神域吧？来，我们这地方倒是没有什么太好的东西招待，你们也别嫌弃，吃。这也叫没有太好的东西？你看看你们这身体多瘦啊，多吃点补补。别客气，千万别客气。我说，你也不至于这么热情吧？不热情点不行，你们这修为也太差了，我怕你们闯不过去啊。这什么情况？九圣山被灭门了？不是吧？九圣山居然被灭门了？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不好，会不会有人也掌握了神脉的消息，所以先我们一步来到了这里？妈的，若当真如此，咱们岂不是要白忙一场了？你们齐家人不是知道具体位置吗？还不赶紧带我们过去？等一下，大家先不要着急，这件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九圣山的实力如何，我想大家应该心知肚明。能够将九圣山灭门，那这些人的实力恐怕非同小可。最主要的是，你们难道没有发现，这里除了九圣山之人的尸体之外，再无其他人的尸体了？对呀，为什么只有九圣山之人的尸体？难道说屠杀？这是一场屠杀？那怎么办？难道咱们就这么放弃了？你们甘心吗？拼了！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况且看这些尸体的情况，恐怕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没准那些人早就已经离开了。更何况这神脉也不是那么容易寻找的，否则九圣山这么多年来早就已经找到神脉了。咱们找找看，结果如何？先找到再说。不错，我也同意。我同意，就算是死，我也想看看这神脉究竟是什么样的地方。齐家的人，你们赶紧带路，不要再浪费大家时间了。舒服痛快，这么快就神君境界了？是啊，真的没想到，居然这么快就神君境界了。要是找到了神脉里面的好东西，咱们是不是就可以提升到神王境界了？太岳，之前我们都吃了你不吃，后悔过？你要是吃了，是不是也能提升啊？踏月鄙夷的看了大黄一眼，那眼神仿佛是在说：老娘不需要提升，就已经足够猛了。见到踏月不愿意搭理自己，大黄也不想自找没趣。随着陈长安结束修炼，守脉一族的族长也是再次出现在他们的面前。族长，这闯3关是需要我们都去，还是一个人就可以？如果我单独闯过了3关，能够带他们一起进入？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需要闯3关。合着这守脉一族的族长就他们知道一个闯3关，其他的什么都不清楚。你们还是先等一下吧，我去看看什么情况。如果只需要一个人闯关成功最好，如果不行的话，我也可以将经验告诉你们，这样你们更容易闯关成功。这么说，你现在就打算闯关了？不错，带我过去吧。好。师兄你没事吧？师兄你快醒醒啊！师兄？我什么时候有师弟了？你是？师兄，你可别吓唬我呀！你不会什么都不记得了吧？我是你师弟郭子呀。师弟郭子？师兄你就别愣着了，这么多人看着呢。这么多人？陈长安，少在这里装死！刚才你不是很嚣张吗？怎么害怕了？装失忆了吗？陈长安？我还叫陈长安？这一关究竟考验的是什么？所以刚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师兄，你不会真忘了吧？你们两个不是在争夺落水神女的追求资格吗？啥？追求资格？有病吧？行，这资格我不要了，送你了。
追个娘们打个屁，脑子有病！陈长安，你还要不要脸？要决斗争夺追求资格的人是你，打不过的人也是你。现在输了，你居然说出了这番话，你不觉得自己很可笑吗？丢人，太他妈丢人了！陈长安虽然搞不清楚如今这第一关究竟是个什么情况，但是很显然，自己在这里拥有着另外一个身份。难不成你是在戏耍我吗？陈长安，别想就这么轻易逃走。这罗天马的修为不弱，但也只是神君境界而已。我去，我也是神君境界！轰的一声巨响，罗天马突然神情一变，有些惊讶地看向陈长安。这小子怎么比刚才厉害了？难道说先前陈长安一直在藏拙？这怎么还变弱了呢？一个神君境而已，我竟然退后了数步。这不是我的身体，那我的身体呢？此时的陈长安有另外一种猜测，那就是在自己精神恍惚的那一瞬间，自己的神识也许进入到了另外一个人的身体之中。这闯三关有点意思。说罢，陈长安心念一动，直接进入到了顿悟之中。顿悟？他怎么就顿悟了？不是吧，这就顿悟了？我去，陈长安什么时候这么变态了？看到这一幕，所有人都懵了。不过一炷香的时间，一股恐怖的气息从陈长安的身体之中迸发而出。这是法则，他在领悟法则之力。这是什么法则之力啊？怎么会如此恐怖？下一刻，一道道人影突然出现在陈长安的周围。看到来人，众人又是一惊啊！见过尊上，见过各位长老。死亡法则，他刚刚领悟了死亡法则。没错，应该是死亡法则。我感受到了强大的死亡之力。这小子突然开窍了不成？都已经领悟了死亡法则，怎么顿悟还没有停止？不清楚，或许他是想要领悟的更久一点，这样死亡法则的力量也会更强吧。我去，生命法则！此时所有人都仿佛见鬼了一般，见过变态的，谁见过这么变态的呀？2种，竟然是2种至高法则之力。不对劲儿，这是空间法则。紧随其后，时间法则、毁灭法则、力之法则。麻木啊！所有人的表情如今呢都已经变得麻木了。当陈长安结束了领悟之后，时间也只是过去了2个时辰而已。你怎么做到的？怎么做到的？你谁啊？啊？我谁？这小子这么快就飘了，领悟了这么多至高法则之力之后，就他妈不认人了？你这臭小子，我是谁你不知道？你飘的也太他妈快了吧！尊上，师兄不是飘了，师兄脑子坏了。脑子坏了？尊上，我不是这个意思，是刚刚师兄受了伤，醒了之后谁也不认识了。我怀疑他的脑子出了问题。脑子受了伤，然后就他妈领悟了这么多至高法则之力。要不我也搞一样？陈长安，你当真什么都不记得了？不记得。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通天界域，太玄神宗，这便是陈长安如今所在的地方。而陈长安的身份呢，乃是太玄神宗的第5代弟子，和罗天马一样。现在想起来了吗？听到这话，陈长安依然是摇了摇头。没事，想不起来就不用想了。你只要记住，你是我们太玄神宗的弟子就可以，而且你会成为我们太玄神宗最优秀的弟子。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你们2个不是要争夺追求落水神女的资格吗？你们继续啊！尊上，您这话不合适。啊？有什么不合适的呀？咱们身为长辈，要开明，要给弟子们足够的空间和自由，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只要对咱们太玄神宗没有坏处就可以了。没有比斗的必要了。先前我为什么会提出来比斗，我是真的不记得，但我认为追求是每个人的权利，我可以，他可以，任何人都可以，而选择的权利在落水神女那里，所以根本就没有争斗追求资格的意义。说得好，追求是每个人的权利，你当真不怕输吗？输什么？落水女神是谁我都不知道，我对她没兴趣。那个，你叫什么来着？我住的地方在哪儿？带我过去。师兄，你平时都叫我郭子呀。走，我带师兄回去。进入闯3关之后，我就拥有了一个全新的身份，到了一个全新的地方。如果是幻境，那么其目的应该是迷惑我，让我在幻境之中迷失。可很显然，这里并不是，我并没有直接带入到新身份之中，反而记得我是谁，而且记得很清楚。可如果不是幻境，陈长安这一路走来，还真的是第一次遇见如此头疼的情况啊！而自己究竟要如何才能够闯过这第一关呢？不会是情关吧？师兄，落水神女他们来了。落水神女，他们过来干嘛？哦，
我忘了，你不记得这些了。这一次啊，乃是百灵神宗前来咱们太玄神宗进行交流，主要就是让双方弟子切磋切磋。这种事情经常有的。你当初不就是因为知道百灵神宗要来，所以想要在落水神女出现之前解决掉所有竞争者吗？你现在不会真的对他没有兴趣了吧？可不管有没有，你可都是出战弟子呀。神宗之间的切磋交流吗？什么时候开始？就明天。不过尊上让我告诉你，你现在就得过去。现在就得过去？有事？当然有啊，百灵神宗的人来了，当然要接风洗尘啊。尊上点名要你过去作陪。啥？作陪？老子还得去陪酒，这是另外的价钱，有好处没有？好处啊，师兄，咱们身为太玄神宗的弟子，有责任为了宗门做任何事情，你怎么还能讨要好处呢？况且你去了，不就可以近距离的接触落水神女了吗？近水楼台先得月，你得抢占先机啊！行，身为宗门弟子，我责无旁贷。带路。长安，快过来这里！诸位啊，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呢，是我们太玄神宗最优秀的弟子陈长安。陈长安，我怎么记得你们太玄神宗最优秀的弟子应该是第4代的秦无情吧？什么时候变成陈长安了？没错，曾经是秦无情，但如今是陈长安。陈长安，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便是百灵神宗的大长老杜宣姿。陈长看着杜宣姿点了点头。你就是落水神女？不错，你很不礼貌。没事，礼貌这种事情不需要太在意。那个，我问你个事儿，你喜欢我不？这臭小子也太直白了吧，不过勇气倒是可嘉。不喜欢很讨厌，厌恶至极。满意了吗？既然不喜欢，那就应该不是美色诱惑这样的考验了吧？难不成真的是让我追求落水神女，闯关泡妹？真他娘的是闻所未闻。当初设置这闯3关的人究竟是什么爱好？我呢，其实觉得你挺漂亮的，但也不喜欢。不过我觉得我们可以尝试着交流交流。哪有这么追女孩子的？这小子到底懂不懂啊？那个，大家不如先入座吧。有什么事情咱们用膳之后再说。长安，你小子别给我丢人现眼，赶紧坐过来。陈长安刚才之所以那么说，主要目的就是试探一下落水神女的反应。毕竟这个女人很可能影响到自己能不能够顺利的通过这一关。落水神女此时也有些意外，原本因为陈长安的出现，她已经是不打算留在这里了，生怕这一顿饭陈长安会对着自己死缠烂打。可没想到这么快就将自己当空气了，欲擒故纵，这是低级的手段。可陈长安却依然是没有看他的意思。我跟你们说，想当初我呀，那可是没吃过猪肉，但也见过猪跑啊。陈长安直接将大黄那一套搬了过来，故事讲的那叫一个精彩。别说那几个女弟子听得惊喜连连，就连一旁的太玄神宗宗主以及百灵神宗的大长老也是听得入神了。然后呢？对啊，继续啊。看到众人期盼的目光，陈长安微微一笑。时间不早了，今天就先这样吧。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我先走了。啥？听得正过瘾呢，你居然要走了？别走，我这还没听过瘾呢。你再讲讲。您老就别跟着凑热闹了呗。挺大一把年纪了，怎么还喜欢听故事呢？你看看这都什么时辰了，明天大家还要切磋交流，可别耽误了正事。哦，对，还有正事儿。那你以后没事了再给我讲。难怪会成为你们太玄神宗最优秀的弟子，此子未来成就不可限量啊！大长老，咱们这一次能够躲在这里待一阵子吗？对啊，多多交流。我觉得很有必要。落水，你觉得呢？听从大长老安排。好，那就多留几日。陈长安，听闻你在短短数个时辰之内便觉醒了多个至高法则之力。不错。说实话，我很嫉妒你，可大家身为同门，我更应该为你高兴。一个人的强终究只是一个人，大家一起变强，宗门才会更好的发展。秦无情的心胸倒是让陈长安有些佩服啊。一会儿就要切磋了，你们选择的对手是谁？我选那个不错，我喜欢。那我选这个，我觉得这个不错。我选这个吧。秦无情微微一笑，随后同样选择了一个人，将落水神女留给了陈长安。不是，你们两个在害羞什么呀？这是让你们挑选对手，不是让你们选媳妇儿，至于吗？干嘛呢？这是切磋，不是相亲。然而陈长安的话说完之后，发现大家看向自己的眼神十分奇怪。啊，这什么意思？我又闹笑话了？不会，真他娘的是相亲吧？我操，要不要这么搞？落水神女也相亲？
他们都说你没有了之前的记忆，起初我还不信，现在看来似乎是真的。怎么说呢？这一次的切磋交流，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切磋。不过两大宗门之间多少也有牵线搭桥的意思。不过最多就是让大家认识认识，熟悉熟悉。至于能不能成，那就看个人发展了。落水神女这也参与？她难道不知道这事儿？知道，不过她过来应该是撑场面的，应该是百灵神宗宗主答应了，不会强迫她做什么，所以才来的。师弟，听说你对这落水神女情有独钟，这个人冷得很，对于男人从来都是不屑一顾，你可得多努力努力啊。努力？自己可太努力了，毕竟鱼儿已经放了出去，至于鱼儿上不上钩，那就看后续了。当陈长安和落水神女两个人站在擂台之上的那一刻，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周宗主，你觉得他们两人谁会赢？不好说啊，落水的修为和实力自然不弱，但是陈长安领悟了那么多至高法则之力，虽然时间不长，可实力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不过这两人站在那儿，看起来倒是蛮般配的。杜长老，你这是有意撮合两人？我有意没用啊，还得看落水自己的意思。不过若是可以，当然最好。他的经历你当真不知？不知道，或许都是加入宗门之前发生的事情。不过说到这里，周宗主也是眉头微皱。这小子不是他们失忆了吗？怎么还记得自己曾经的事情？唯独太玄神宗的事儿不记得了。出手吧。好。陈长安丝毫没有客气的打算，速度之快让落水神女不由得心头一震。怎么会这么快？空间法则。空间法则？这小子竟然领悟了空间法则。杜轩姿还没有从震惊之中回过神来，却听见擂台之上传来了一声巨响。你太弱了。你刚刚有没有施展出全力？没有，这是切磋，不是杀人，没必要动用全力。这才多久？陈长安的实力怎么会逆天到了如此地步？这小子不会让人夺舍了吧？不行，找个机会，我一定要好好的试探试探这小子。周宗主啊，你们太玄神宗这是出了一位超级妖孽啊！是啊，他也给了我很大的惊喜，我都没想到他的实力会这么强。我去，师兄，你现在变得这么猛了？落水神女啊，一招就败了。神女怎么了？不能败吗？能，当然能。可是，别可是了，没什么事，我就先回了。你们继续。落水师姐，这个陈长安好厉害啊！对啊，实力这么强，长得也很帅，而且他还有那么多有趣的经历，真的是太厉害了。落水师姐，我觉得你们两人很合适。对，非常合适。你们要是喜欢，自己追求便是了，拉着我做什么？人家喜欢的可是你，我们就不凑热闹了。而且，师姐，我刚刚可是听说了，在咱们来之前，这陈长安师兄还为了你和别人结斗了呢。他呀，还说过这样一番话：追求你是每个人的权利，但决定权在你的手里。哎，你不觉得这个人很有意思吗？他很尊重你。尊重？师姐，一会儿去听故事吗？我们想去，你陪我们一起嘛，好不好？说实话，落水神女对于陈长安讲的那些故事也十分的好奇，可又不好单独的去找陈长安。如今这几位师妹要一起去，她也没有装模作样，而是直接点头。完了，这下可坏了。什么坏了？怎么了？师叔，你没看到这些人去干嘛了吗？明显都是去找我师兄了呀，5个美女，一个不留啊。咱们也去不就好了？没准儿他们找陈长安是有其他事情的，与其在这里胡思乱想，不如过去看清楚。对呀，他们能去，我为什么不能去啊？小师叔所言极是，你们去不去？去，我也去。这什么情况？参加比斗的这几个人怎么都跑了？哎，他们是去听故事了吧？那我也去。你，杜轩姿刚说了一个女字，便发现周宗主已经不知去向了。周宗主和杜轩姿两个人并没有进去，而是在不远处偷偷的听着。陈长安这一讲便是3天3夜，听得众人也是惊叹连连。无形之中，落水神女对于陈长安的好奇心也是越来越重，甚至就连她自己都没有发现，时不时的竟然会盯着陈长安发呆。其他人注意到了这种情况之后，便悄悄的选择了离开。我这个人不喜欢拐弯抹角，我觉得你不错，咱们两个在一起吧。哦，好。啊，我刚刚究竟说了什么？既然你也同意了，那么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陈长安的女人。不是，没有什么不是的，你自己同意的。我知道你很紧张，很羞涩，不过不要紧，这里没有外人，都是自家人，不必这么拘束。但是，我也知道
你想说这一切都来得太快了，没有准备好，感情也不够深是吧？不用担心，这些都是可以培养的，你就放宽心吧。那算了，没事了。这小子高呀，就这么把你们百灵神宗的第一美人搞到手了？什么叫搞到手啊？这明明是两情相悦，年轻人就该这般行事，磨磨唧唧的，那算什么男人？所以咱们两个现在算是什么关系？恋人，当然也可以是夫妻。大家都是修炼之人，不拘小节。来，磕个头拜个天地，这事儿就算是成了。磕头拜天地，就在这儿，就现在，太草率了吧？落水神女还没有反应过来，陈长安已经是拉着她的手，两个人直接跪了下来。一拜天地，没有高堂，那叫二拜天地。夫妻对拜，礼成。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陈长安的妻子了。我不是过来听故事的吗？怎么听着听着就把自己嫁出去了？这他妈也可以？这是谁呀？这他妈可是落水神女啊！通天界域之中公认的天才，公认的第一美女，同样也是公认的第一男追。可陈长安呢？前后这才几天的功夫，不仅仅追上了，都他妈直接拜堂了。那下一步岂不是他妈要走入洞房了？不行，你们太玄神宗的弟子也太能忽悠人了吧！陈长安，你还真是好大的胆子，你就这么把我们百灵神宗的心肝宝贝给骗到手了？哼，我告诉你，没门！傅长老，此话何意？况且我们两人已经拜过天地，是夫妻关系了，这是事实，更改不了的。那也不行，你们太玄神宗就想这么娶了我们百灵神宗最优秀的弟子啊？你们不觉得草率了一点吗？想要成亲，可以，但绝对不能委屈了落水。长老，我倒是没觉得有什么委屈，就是你看，落水都不介意，你介意什么？只要两情相悦，何必在意那么多繁文缛节？成亲毕竟是两个人的事情，只要我们开心，那就足够了。你放心，我绝对不会亏待他的。罢了，我不管了，你们高兴就好。但是落水得先跟我走，你小子想要洞房，没那么容易，得经过我们百灵神宗的考验才行。我得将这件事情汇报给宗主。难道说我猜错了？这一关并不是让我追求落水神女，这是哪个王八蛋搞出来的？真他妈活见鬼了！谁见过这样的闯关？你到底是谁？陈长安。不是陈长安，你究竟是谁？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陈长安。难不成真的是我想多了？你既然已经失去了关于太玄神宗的一切记忆，为何会有那么多的故事？你的这些经历又是从何而来？何必把气氛搞得这么紧张呢？有些事情解释是解释不清楚的。你可以这么认为，我受伤了，脑子受伤了。虽然我失去了关于太玄神宗的一些记忆，但我想起来了一些过去的记忆。记忆觉醒，对，就是这样。这有问题吗？况且我依然是我，还是你们的太玄神宗的第5代弟子，这一点并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不是吗？就算真的是夺舍，也已经成为了事实。只要陈长安依旧是太玄神宗的弟子，就没有任何的问题。哎，那我就先走了。非说不说，你小子泡妞的手段，哼，真高。我让你带着他们过来切磋交流，你把人直接给我嫁出去了。大长老，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解释解释？这怎么解释啊？两情相悦的事情关我什么事儿？宗主，我觉得这事情你得问问当事人吧，有些事情也不是我能够控制的呀。好，落水，你说究竟怎么回事？你真的喜欢那小子？不知道。不知道？你都跟人家拜天地了，你告诉我你不知道？不知道？你都和人家拜了天地，你告诉我你什么都不知道？他强迫你了？那倒也没有，你情我愿的，这说不好。看到落水这个样子，百灵神宗宗主都已经气冒烟了。那个宗主，消消气，你头顶已经冒烟了。冒烟？我还着火呢，这都叫什么事儿啊？落水啊落水，你平日里面的高冷呢？你不是对于男人不屑一顾，对于感情不屑一顾吗？你不是说要走强者之路，一心只有修炼吗？怎么来了一趟太玄神宗，这一切就都变了？宗主，我不讨厌他，而且如今已成定局，我们两人已经拜过天地，那我便是他的妻，还希望宗主能够成全。你真的喜欢他吗？你们两个人有感情吗？喜欢谈不上，感情也没多少，但陈长安说了，这一切都是可以培养的，我觉得他说的倒也不无道理。其他人我看不上，但陈长安我不反感，
而且不知为何，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能够吸引到我的注意。也罢，事已至此，不过我倒好好看看这个陈长安究竟是何方神圣。若是过不了我这一关，他这辈子也别想见到你。若非良人，你就要跟他一刀两断，永不相见。宗主，这不合适吧？没什么不合适的。不对，我怎么感觉你好像有点向着那个陈长安说话呢？啊，我只是就事论事啊。人家毕竟是刚刚成亲的小夫妻，你这棒打鸳鸯的多不合适啊！棒打鸳鸯，哼，要不是你这个大长老看不住人，能出来这么一对鸳鸯吗？